心目当中是显示主嘛，这是活着上下这大天，优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罗。优酷的各位网友以及各位关注这个话题的极客以及粉丝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Ziller 的王自如。大家可能之前在网上已经看过了，我们这场这个对峙的缘起呢，是在8月1号的时候，王自如他的这个评测机构叫 Ziller 的这个机构呢，出了一个关于我们 Smartisan T1 的一个产品的评测。然后我们认为这个评测当中存在很多的问题，所以呢，今天就约了自如到这儿，我们俩一起现场对话一下，然后看看存在哪些问题，然后是哪里出了问题，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好，我也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可能大家了解我的人会比较少，那么我叫王自如，其实我也是罗老师的脑残粉啊，原来听罗老师这个语录长大的。那么这一次呢，确实是就着这个视频的这个罗老师对我们的视频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今天过来解答一下罗老师对于这些问题的这些疑问啊。那么当然我自己作为一个后辈来说，也把它当做一次学习的机会了。OK 吗？好，这个开场的时候两个人风度维持的都还不错，就是假模假式的这一点其实很好，因为公众看这个辩论的时候呢，并不是只要看道理的，还要看风度啊，还有什么你处理的这个当众沟通的技巧怎么样，所以这是有必要的。然后我觉得刚才我们俩的表现都还及格。然后下面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看了这个视频以后呢，准备了一些里边跟技术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话题相关的一些内容来跟这个罗老师自如沟通一下。你先听我讲啊，您先讲。就是我今天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准备了这个内容，本来这也是对峙的一个主菜，就是说我们来是要就你做的那个视频进行对话的，但是呢。我从网上看，你又买了我们50多台手机，然后呢，还说发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所以相信你也是有备而来，然后并不只是回答我的质疑，可能你也准备有一些问题来问我们。是的，所以呢，我希望正式开始之前，我们俩先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你先来还是我先来，这个由你决定啊。我觉得多谢罗老师给我这机会啊。那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大家就是首先了解视频嘛，对吧？不如咱们就是把视频再看一遍，让网友也熟悉一下，咱们看到哪儿，您说停，哪里有问题？不需要，因为那个视频我事先已经多次放过了，因为你那个完整的视频要有30分钟，我即使卡出来就其中的问题来讲，也要放个10分8分。对啊，我觉得这个对现场直播来讲是严重拖慢节奏的。我刚才在开场前几分钟，应该是开场前半小时刚好是，我又重发了一遍。那我觉得所以呢，还是让观众全看一遍好一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啊。你的意思现在让他们看30分钟吗？不是，就是我们就看一遍，咱们一起看完了之后，您觉得这有问题，啪一停，咱们讨论哪里有问题也都行，就一样。这个我是不介意的，但是事实上这会拖慢这个节奏，会让节目变得非常拖沓。今天有2个小时吧，我们多少小时？不是时间问题，会让这个节目变得非常非常拖沓，就这么个问题。我还是表达我个人的建议啊，就是我觉得，因为肯定有很多人没看过这视频，比如说咱们的朋友啊，各方面就周边的人觉得只是好奇，可以那会好一点，我觉得这样。对，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会拖慢这个节奏。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也可以，那我们就放完了以后，到了我认为有问题的点，咱们就看就行。可以，行。如果优酷觉得这样可以，事先准备了对吧？准备了，没问题。好，那就放吧。是画中画的形式对吗？对。好的，咱们可以从这反方可以看到。随时随地记录身边点滴，有道云笔记。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一天终于来了。情怀和极致让它看起来很美，产能和品控又让它看起来很惨。如果你已经等了2年，最近网上这些好的、坏的、真的、假的消息，会让你对这款产品无从判断。就连我们在面对它的时候啊，也着实是费了不少心思。所以今天索性呢，我们来个简单粗暴的，把什么情怀啊、产能啊这些通通都推倒，剥离它天生的骄傲，排除这些外界的干扰。就假设它是质量合格的，敞开购买的，售后也是健全的，在这样一个纯粹的环境之下，看它到底还是不是一款好产品。没错，我们就是要拆穿它的硬件，看透它的软件，还原 T1 的本质。
对于 T1你可能很喜欢，但是对于 Ziller 来说，它并不是美感最高的一部手机。不过很明显，很多网友啊对于我们的看法呢有持不同意见，有40%左右的人在投票的时候给了 T1 5星的外观评价。当然了，你也可以登录 Ziller.com 参与对于 T1 的外形打分，你的打分呢将会直接计入到 T1 的机身结构总分当中。虽然我们未必喜欢它的造型，但是机身的材料和质感还是相当的好的。中框和前后的玻璃面板呢打磨得非常的平整，一看呢就是花了大力气来做到的。背部光滑的 2.5D 的玻璃和化学侵蚀的 logo 呢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视觉反差，让原本平淡的机身呢有了一点点的灵气。但是为了追求整个机身的视觉效果，居然连自己的品牌都做得非常的隐蔽，若隐若现。看来视觉美感在整个 T1 的设计当中优先级是相当高的。即便你不喜欢它的样子，我相信它的质感也一定会刷新你对于它的好感。那么说到视觉美感的优先级啊 ，T1 明知道这个尺寸上把电源键放在上面是减分的，但是它还是固执的坚持这么做了。而且两边的这个 rocker 按钮呢和顶部的电源键触感都非常的硬，虽然说不用担心会有污触的情况，但是它跟下边这3颗按键的手感呢也造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落差还是比较大的。很不幸的是，我们手上这2台量产版的 T1 呢，也遇到了这个按键不回弹的问题。由于每个按键在出厂的时候都有一定程度的公差，那么就要求玻璃面板在开口的时候呢，要预留一定的这个空间来给它容错。但是没想到，当这个按键装在下边这个弹片上的时候呢，又会增加这个弹，所以导致回弹呢会被卡住。这也是初期用户反馈最集中的一个问题。相信锤子已经了解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得赶快解决它呀。然而，我们认为，对于美观程度的评判，其实并不是 T1 硬件测试的重点。之前外界最关注的呢，是 T1 的这个机身的耐久度啊和可靠性啊这些问题，或者更加直接一点，就是它前后的2个玻璃面板究竟扛不扛摔线。OK， 那么正规的这个可靠性测试呢，做完之后要废掉几十部手机。很遗憾的是，我目前还不具备做这种完整测试的条件，但是这个日后会成为我们改进的方向啊。那么至少我们可以遵循一些工业设计上还有这个结构设计上的一些要点，来对 T1 呢进行一个基本的可靠性分析。首先，对于玻璃面板来说，要降低开孔对于整体机身的影响，大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开口要开得小，而且呢要离边缘呢尽可能的远。苹果和锤子都选择在正面面板上开孔，那么对于苹果的 Home 键的这个圆形孔来说 ，T1 的细长开口呢跨度很大。对于面板的强度来说，自然也存在着更大的隐患。另外，玻璃面板的耳角越尖锐，跌落时的着力点呢就越小，碎屏的风险呢也就越高。那么对于 T1 来说，有另外一个不利因素，就是它的重量。167克的重量呢，在5寸的手机当中也算是中等偏高的。那么从1.2米的这个高度跌落的话，如果另外一个手机比 T1 轻30克的话，它落地的时候所承受的冲量要比 T1 低18%。所以这是重量对整个机身强度和可靠性的影响。所以其他厂家最大程度上为了保护这个玻璃面板呢，都采用了不同的防护手段。比如说索尼就是在机身四周呢用中框来包裹住这个前后的面板，而与 T1 造型非常接近的 iPhone 则是把玻璃面板的边缘呢向内收窄一圈，这样呢就大大降低了玻璃直接着力的可能性。所以好的设计呢不仅仅是好看啊，还是要考虑制造环节的成本和整体的可靠性。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 T1， 它的中框对于前后玻璃面板的保护呢是严重不足的，3层的结构呢处于同一个平面上，跌落的时候玻璃面板边缘相对来说有更大的机会会直接的着力，而手机上用的强化玻璃呢最脆的也就是这个边缘了。iPhone 收窄屏幕的前提之下，碎屏的几率依然很高，所以即便 T1 能够过了这个可靠性的检测，但是在更加现实的复杂环境当中，它碎屏的几率风险依然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个碎屏险啊可以说是必备的。T1 采用了棱角感非常鲜明的三明治造型，在5寸的手机当中呢，这么做的厂家可是非常少的，因为5寸上下呢，人们的手掌操作已经达到了极限，所以机身的造型对于手感的影响会变得非常。先停一下。刚才我们已经放了很长时间的这个视频，我刚才尝试同意王自如的这种方式。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一个长达30分钟的视频，其实我们对话节目也不过1-2个小时。声音怎么没了？一个长达30分钟的视频，要在我们的现场对话的整个过程中把它看完，这件事儿是很不合理的。对我来讲呢，今天的这个对话我也很介意观众的流失，因为一个热点话题，他冲进来看这个产生兴趣是很正常的，但是看着看着，如果搞得拖沓不好看，他走掉了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认为呢，第一呢，我和王自如在我们各自的网站上对这次的对话已经进行了充分的预告，而且我在昨天、今天连续2次又进行了预告，而且提醒大家看完了这个以后再过来看。
从这个意义上呢，我不觉得把30分钟的视频要整个播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王自如刚才放的这个视频里边，看到刚才为止一个核心的点是说我们的这个玻璃易碎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其实本来不在我今天的准备内容里，但既然讲到了这个点，我们停下来，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易碎的问题。首先，我们并不否认我们的手机屏幕易碎。我们当制作一个双面玻璃的手机的时候，一定是美感优先级要大于这个易衰、这个耐摔性的这个优先级的。所以，我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第一呢，我们从来不否认我们这个双面玻璃的手机是易碎的。第二呢是，大家知道，2007年的时候 ，iPhone 是全世界最易碎的手机。iPhone 1代是全世界最易碎的手机，原因是它是第一个使用玻璃的手机，这个没有影响消费者喜欢它。一直以来最耐摔的是诺基亚，但你们也知道诺基亚后来怎么样了，对吧？然后第二个呢，2010年的时候 ，iPhone 4是全世界最易碎的手机，也是最脆弱的手机，但这不影响全世界几亿的消费者喜欢它。所以，当我们决心做一个手机两面都做成玻璃的时候，易碎性方面的妥协是一定事先就考虑到的了，就是说。你要让它美观优先，还是让它易摔优先？这两个我们是权衡过的结果。接下来我们不是说把手机做成这样就让你一摔就碎，我们也经过了摩托罗拉和这个富士康。其实严格的讲，是摩托罗拉在富士康的廊坊工厂多年前建的这个安全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呢，我们把整套的流程走了一遍，是过了跌落实验的这个整套流程的。过了之后，上市卖的时候还要过 CTA 认证才能作为合格品上市，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上市了之后呢，我们在用户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说摔碎了这个手机是很容易发生的，因为两面都是玻璃嘛。还有刚才自如的那个视频里提到，说这个手机啊，就是我们现在手里都没有手机，我拿这个录音笔大概给大家比划一下。没有。哎，你给我拿一个手机，谢谢。随便拿一台吧。好，来。自如刚才格外强调了说，我们这个手机的边框呢，没有像 iPhone 一样 ，iPhone 是把中框的金属突出一些，玻璃边框收进去一些，因此导致的结果是，iPhone 处理起来呢，就是说摔在地上的时候，如果是中间的金属框突出，易于它先着地，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相对不易碎的，这是事实。那我们在这儿方面做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市面上单面玻璃的手机，绝大多数是没有让中框突出的。单面玻璃的这种手机，比如说典型的 OPPO 的 Find 7，然后过去的 Find 5，然后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你身边有你自己手机掏出来看一下，就是说前面板玻璃的手机，这个没有突出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也就是说，当我们落地的时候，这个屏稍稍前倾去落地一个角的话呢，实际上前面板的玻璃如果重量大致相当的话，碎的可能性是大致相同的。而且像 OPPO 的 Find 7、Find 5呢，比我们边角还要尖，所以它前屏落地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是后面落地呢，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塑料背板，所以你可以认为我们的这个手机在边角落地的时候，由于前倾和后倾，如果假定它们是各50%的话，碎屏的几率我们要比它大1倍，这是事实。还有就是平拍几乎所有的手机1米以上平拍水泥地的话，几乎都会碎的。那你可以据此认为我们的手机易碎性方面会比别的手机差一些，这是我们不否认的。但我刚才也解释过，这么做的原因是我们视觉美感的优先级要超过对它易摔易用的优先级。相应的，我们也做了整套完善的考虑，就是说，当手机比别的手机相对容易碎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提供一个，其实呢，在我们今年5月20号发布之前，是业界是没有这么便宜的意外险的。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像双面玻璃的这苹果推的。叫什么？它的意外险是这样的：你先要花700-800块钱买一个意外保险，买完了以后，如果摔碎了去找它，还要付个700-800块钱，两个加起来大概是1000多块钱才能完成一次屏幕碎裂的这么一个保修。然后呢，我们跟中国人保协商以后发现，其实呢，只要100-200块钱就能 cover 掉这个成本。所以我们在5月20号发布了200块钱的，在中国我没有仔细统计，但以我有限的观察看，也许是业界。最厚道的200元的意外险，我们推出了这个，这也随后带动了小米啊，还有华为等这些巨头，也现在都推出了100多块钱的意外险，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我对刚才王自如视频当中说我们手机屏幕易碎进行的一个总结，就是首先我们确实易碎，第二呢，我们提供了意外险，第三，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考虑美感要超过就是这个耐用性和易摔这个耐摔这一点，这样的一个综合考量，好吧？好，然后接下来呢，我能讲一下吗？
不，我知道，我说完你 OK 就是说接下来呢，我希望就是说我们不要再放这个视频，因为它真的非常拖慢节奏。如果你你的准备的内容要整套讲呢，我希望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不要被打断。当然，对。所以呢，如果你希望的话，你就把你的全部讲完，我跟着你听完和回答你的疑问，然后呢，我再讲我这部分。如果你想让我先讲呢，我就先讲完我这部分，再讲你部分，这个由你来定。行吧，这样我先把您刚才讲的这些，我能不能做一个回应，然后您再讲。做完这个以后，咱们进入下一个，咱们的下一个环节，好吗？首先，罗老师刚才说，这个手机设计的时候是以美感优先，然后呢，适当的这个考虑了它的这个整机的这的强构，叫做什么结构强度和这个耐久度，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就像您提到老摩托的标准，原来在做军工产品的时候，因为它可能要考虑到耐久度要强度高一些，所以它做的这个跌落标准是1.8米的。那么，由于现在手机屏幕普遍都变大了，那么变到了5寸之后，它不可能还达到军工产品，或者是说老的像您说诺基亚那种我们叫做 feature phone 的这种强度。所以说这个标准相对变了。对 ，OK。那么，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行业因为整个手机屏幕尺寸变大，在整个强度上做妥协，这个是普遍现象，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妥协到什么程度先？这个很关键，这是厂商的选择。如果我妥协到了一个就是说低于业内标准的情况下，那我们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但如果说妥协到业内可能差不多，那我们觉得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说，首先这一点，事实上这个是对的。那么包括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你怎么看2007年苹果是全世界或者说整个业内最易摔坏的手机？对，您说的对。这个苹果在刚出来的时候，前后是玻璃面板，它的易碎程度一定是比别人高的。包括我们看到苹果售后维修的时候，所以你可以认为苹果带低了整个业界的易摔这个问题，对我觉得问题对不对？您先听我讲完好吗？对。首先，苹果它自己在工业设计上很多思考，但是我们知道苹果对于整体的可靠性的强度还是要求很高的。那么我先讲完刚才那个逻辑，我们再来说回来讲苹果这个问题，好吧？那么，当你不是你怎么看苹果这个问题？它在07年和10年分别2次带动了整个业界把这个耐摔性往下走，你怎么看这个？10年和07年。对，07年发布第一代 iPhone 是人类第一个用整块的玻璃去做一个大面板。对，在这个之前，我们人类的手机是不可能摔到地上以后整个屏幕彻底报废碎掉的这种情况。然后到了10年的时候，它因为做了2面，所以导致无论前面正面摔还是后面正面摔，都是两边就是摔完了以后，当时最易碎的。对，所以你怎么看这2次的做法，整体上带动了整个业界的手机耐摔性越走越差这件事 ？OK， 你觉得它是一个什么取舍的结果？我觉得首先苹果一定是在他认为质量可靠的情况之下，然后做到了这个所谓的质量的取舍。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个度的问题，就是说苹果即便做了这样的取舍，按照我们今天的行业标准来看，也依然是比较高的。什么？也按照整个今天行业的平均的可靠性也是07年的时候，任何一个手机摔了都不会说摔，屏幕就直接废掉。如果我还是跟那句话讲，如果您拿 iPhone 这样一个产品，你刚刚讲的说，你认为这个手机要在一个业界的一个度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超了这个就有问题。对，我也知道你和我都是苹果产品的忠实粉丝，我们都非常喜欢苹果的产品。所以如果你认为一个手机厂商在易碎这件事上不要如果低于业界的最低水平，那你就认为有问题。那我就问你怎么看07年和10年苹果2次都是走到了业界最低这件事？这里边您偷换了一个概念啊，这个很关键的地方就在于苹果出现的时候，07年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基本都在功能机的时代，就是智能手机并不是非常普及。OK， 就是说手机的普遍屏幕并不那么大。那么从今天我们讨论，所以那个时候的业界标准和今天的业界标准普遍是不一样的。对，所以07年的时候，由于业界标准普遍不用大屏，它用了大屏。但我们现在就在大屏时代里面。那到了10年的时候，业界跟风都在做大屏触控手机的时候，苹果一看大家都用了玻璃，他们不甘心了，于是把2面都做了玻璃，使得它更容易摔坏了。我觉得这个您是在揣测它究竟是。我说这个动机是在讽刺你。你什么叫揣测？你讽刺听不懂吗？我刚才没有在揣测，我是在讽刺你。我讽刺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一个手机如果易碎性方面是在业界里比最低的还要低的话，就是有问题的。对，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所以你是不是认为2010年的 iPhone 4和2007年的 iPhone 第一代这2个分别代表了那个时期业界
最差的易衰性的手机是有问题的。首先，2007年它降低了整个屏幕可靠性的标准，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10年是不是这个我不知道，所以现在数据我不能回答你想嘛，两面玻璃嘛，咱不能想，咱们今天是来讲事实的，我怎么能想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在录完节目出去找一些 iPhone 4摔一摔就知道了嘛。然后我们稍后更新微博就。然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当今这个屏幕的当今不是屏幕啊，就是整个行业的平均标准。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王老师，您能让我先把我的想讲好，你讲完吗？对吧？我都没办法说话了，对吧？不是，如果是这个话题的话，你先讲，我再讲。对，但是我刚才刚讲完就被你打断了嘛，对吧？好，那么我们知道摩托过去老的标准，现在变降低，为了适应 PDA 整体强度的这个问题，对吗？那么您也说了，您过了现代摩托的这个标准，那么我们默认其实摩托在这方面在可靠性方面要求是比一般的厂家要高的，对，所以我想当然您说上市之前一定要做很多认证啊，包括这个出厂认证。那么我想问一下，包括锤子这个T1您做这个可靠性测试是怎么做的？然后它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我们来衡量一下，它是低于业界标准，还是高于业界标准，还是低于多少？这个我们想了解。第一，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们不介意承认我们是业界最不耐摔的手机。OK， 所以我不知道你想干嘛。然后第二点呢是。我们做的这个实验室就是富士康廊坊的实验室，这个是过去摩托和富士康一起建的这个实验室。对，我们执行的就是这个实验室执行的标准，因为我们要在易衰性这件事上解决它一个作为可用的产品，大众消费品是没有问题的。对，接下来我们不跟诺基亚比耐摔，这个相信你能理解，对吧？所以呢，如果你需要，我们就跟当今的大屏幕手机比。我知道，对，所以如果你需要呢，我可以让廊坊富士康出一份完整的我们做的这个跌落实验的整个测试报告。行啊，没问题。然后我们最后做下对比嘛。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稍后可以公布这个，没问题，可以。然后我们来做下对比。所以我现在想了解，就是根据我们的了解来看的话，我们之所以判定，就花了很长时间来讲它这个手机易碎的问题，是我们认为它的这个易碎程度是低于我们认为可接受的程度的。OK， 那么它是不是过了标准就一定没问题呢？这就是所谓的厂家质检和我们第三方机构的这个区别。你们认为过了你们可接受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您先听我讲完，您又打断我，对吧？啊，好，你首先，厂家的质检标准是为出厂质量负责的。对 ，OK， 那么它可能压线过，也可能高标准的过。对，当然。那么我们第三方的这个机构呢，尤其是我们自己 ，OK，判定的时候，首先我们认为达到一个业绩的平均水准，这个是最基础的。就无论你是为了有美感优先级有多高也好，那么如果说它可靠性极度的差 ，OK， 那我们认为这个对于一个大众消费品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 even 您觉得这个东西都过了您的标准，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标准可能对我们来说稍低了一些。对，所以我们就来讲一讲我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对。那么我们在整个判断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也想尝试去验证一下这个问题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就也做了，也是在这个标准的实验室当中就测试了这个可靠性的问题。结果我们发现呢，这个可靠性是大大的低于我们的预期。OK， 那么我们跌的不多，大概就是5台，因为在这个pilot 阶段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做很多样本测试，那个时候跌的会多一些。那么我们跌了5台，其中有4台是不通过的，而且我们用的标准是业界最平均的，只有1米。事后你和我们都公布标准就好。对，没问题。我们这个标准可以详细的公布。你把你的整个测试方法公布。好的，我们会把这个报告拿出来，数据整个完整的那个测试，我们各自公布这个。没问题。然后我们是觉得，经过这个标准测试判断之后呢，我们认为，even 有这个，就即便有这个碎屏险，即便我们知道它对于美感这个妥协了，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妥协的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来解释这个问题。对，我们要提醒消费者，这个东西是易碎的，对，是进行易碎的，所以这是我们之前的问题。其实它双面是玻璃，不用你提醒，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它是易碎的。所以然后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你说过了，你说你认为如果低于业界的低的标准的话，它是不可接受的。对，我们认为所以我还是回头问你，07年的 iPhone 和10年的 iPhone 4你是怎么看的？因为据我所知，你对这2款产品是评价很高的，并且没有批评过它们易碎的问题。对，你怎么看？它当时代表了业界最易碎的手机。因为我还是强调那一点啊，07年刚出现的时候，大家是从 feature phone 向智能手机过渡的过程，对吧？10年已经都是大屏幕手机。OK，10年大屏幕的这个手机，它具体的数据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据我所知，iPhone 现在它的跌落标准是26个角，可能甚至比其他现在已经是金属背板了，所以我们说10年嘛。
10年的手机，这个数据我没拿到，所以我现在不能评判呢。是否按你的逻辑可以推导出，你也认为2010年的时候 ，iPhone 作为一个两面手机最容易碎的，也是业界比较低的水准还要低的，从这意义上，你认为它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我们当时做了测试，但是也知道了他们不是当时，现在你也可以做。我知道没问题。如果我们做了测试，那我们认为也是不可接受的。对，那就行了。我只要你承认这一点，当然是不可接受的。这个是低于消费者预期的。那这玻璃的问题我们聊完了，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对，下一个环节是你要把你的讲完，还是让我把我的讲完 ？OK， 等等，我还再提问一下，就是刚才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情况 ，OK， 就您觉得，我们用行业最基础的标准测完了之后，5台手机4台都不过，这件事情是可接受的，是吗？我不知道你的实验方法是什么样的。我能不能现在讲一下？当然不能。为什么不能呢？你不知道专业的跌落实验有多复杂。我今天本来是要带这个过来的，等到我们的工程师把那个出具的那个整个东西拿过来以后，其实是交给我们产品经理组的。我们产品经理组拿过来看，不认为人类能看懂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的方式是我们需要把这个整个以原来的技术参数标准和图文并茂的表格配上我们的东西，我们家的注释说明，给出一个巨细无遗的、巨长无比的这么一个表格，会公布到网站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在讨论的这件事儿，就我们俩今天的对峙是没有意义的，原因是我愿意承认它是现在业界最不耐摔的手机。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好，那我们就公布这个结果就好了，好吗 ？OK。然后接下来没问题就好。接下来我们第二个环节就是你先来还是我先来？您先来，您先讲。好，那我把我准备的材料讲一遍，然后你把你材料的我们讲一遍，我记一下，好吧？然后我们来回答。我看完了这个王自如的这个视频评测以后呢，我有一些。整理了一些东西，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分几个环节啊。这是第一个环节，就是关于事实错误的环节。有些人可能觉得奇怪，觉得我为什么拎这么一个像大字报似的东西出来？其实原因是这样的，就是说电视直播呢，其实在中国大家知道，就是现场直播这种节目并不是很流行，然后制作难度也非常高，也中间容易出差错。然后我们本来是准备的 PPT， 考虑到现场如果街头画面的话，可能出现就是说操作上可能出现一些。比如说小的差错啊，影响观众观感。基于这样一个考虑，我就把我要做的 PPT 都用这个白纸打印出来了，现场跟大家说一下就好。然后第一部分呢是关于王自如的整个视频当中的事实错误，这些东西不是说就是模棱两可的，是比较明确的事实错误。然后我们拿着这个呢看一下，首先第一部分是王自如的视频，相信大部分现在在看直播的观众都已经看过了。其中有一个呢是提到这个。说这个手机的中间在液晶屏的后面用了一层泡棉，这个泡棉像一座大山，这是王自如的原话，说像一座大山一样把手机前后的这个散热的这个东西给区分开了，使得后面发出的热不能朝前扩散。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先作为第一个事实错误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首先我们做的那个泡棉在王自如眼中看起来是影响了散热的那个泡棉。实际上，从设计的角度，刚好是为了隔绝前后的热才这么做的。因为 JDI 的这个音效屏啊，对热比较敏感，所以我们在它的后面包上这层泡棉以后呢，有2个作用：一个是蓄意的把后边的热禁止它传导到前面，或减少它传导到前面来。王自如认为这是散热上不合理，使得后边的热不能到前面来。但从工程设计的角度来讲，这恰恰是为了使得后边的热不能到前面来做的一个有意为之的措施。同时，它还有第2个作用，就是说。它可以保护非常脆弱的液晶屏的那个反射膜，是基于这样2个点考虑的。那我现在给大家举的这个牌子里边演示的就是使用了跟我们一模一样的音效屏的这个音效技术的屏，其实它厂商 JDI 是管它叫 Pixel Eyes 的，是吧？这个屏大家知道这个 Nexus 5就是 LG 的那个 Nexus 5呢，其实是谷歌的嘛，贴的谷歌 logo 的这个手机。我们把它拆开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液晶屏的后面的这块黑色的部分，这个刚好就是跟我们使用了一模一样的屏，也使用了一模一样设计的这个泡棉。它的作用主要是2个，第一是保护脆弱的反射膜，但其他厂商也有其他方式，比如说加金属中框的方式来保护，这也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种方式，同时这个方式也能阻止后面CPU 主板是非常热的，它向前面液晶屏这个热量传过来的时候，用它能尽量起到一个隔绝的作用。所以这是我想说的，就第一点，就是王自如认为这个导致了后边的热不能向前面传导，但是从工程设计的角度，这是阻止后面的热向前面传导的一个设计，而且在行业里非常普遍的。我今天只是拆了一个机器给大家看，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拆更多的机器采用类似设计的，非常常见，是吧？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有什么要讲的吗？中间？我觉得这个问题，首先，海绵的隔热这个传导性差，这是事实。对，这个您同意吗？这也是你说的。对，这个您同意吗？当然。对，所以这个屏幕后边放一个海绵这样的设计，确实是有一部分是为了缓解屏幕的冲击、保护它等等各方面的原因，避免后边的热向前面传导。这个你认为是我们使得它不能传导，实际上恰恰是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海绵的功能性有很多，就比如说还有就是它一个手机里边的很多组件，它不是只有单一功能的嘛，对吧？对。所以我们说它对于隔热性传导差，然后来引导出它这个整个 T1的这个发热的这个问题。你的原话是后面的热。这个像一座大山一样隔断，使得后边的向前面不能传。这是原话但是往前传会对液晶屏有害，所以我们做的这个。OK， 没问题 ，perfect， 放。而且这也是很常见的这个做法。但我不觉得这是我们说的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海绵是错误的问题，因为海绵的隔导性就是差，对吗？你说它隔热性差，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们用了隔热性差的目的是为了隔热，而你说因为用了隔热性差的，使得热不能向前面传导，这是散热上的缺陷设计，这是你的原话。罗老师，我是说它的热量不能向前传导，对，导致它只能往后走。对 ，OK， 对。那么这个，所以你认为这是散热上设计有问题的？你需要的话可以快导的那段播放一下，你需要吗？来，我们把这个原稿念一遍吧，好吧？我看一下这块怎么说。算了，不要浪费时间了，观众会自己看的。如果是我撒谎，或者是你撒谎，他们自己会。我想讲一点什么呢？您刚才讲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组件，我们只提了它的一方面的功能，但是没有提到另外一方面的功能。您认为不是，这个是在偷换概念。你是说它像一座大山一样隔绝了前后的热，使得后面的热不能向前面传导，这是客观描述。对，但是就此客观事实，你得出的结论是这是散热设计上的不合理。我说的是只能导致热只能向一方面传，这个是事实啊，也没有错啊。你谈的这个是事实，不能向前传，但是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得出结论就是它的发热确实不理想啊。散热不理想，导致它的发热温度很高啊，这个没问题啊，它的温度就是很高。不是这样的，是你说的是后边的热不能向前面走，这是设计不好。你这个要看，算了，那个请工作人员配合一下，把那段视频放一下，让观众来判断他那个是什么意思。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吧。对，可以快导到那段吗？这个是不是自如工作室的人在播放？我们把视频拷给他们了。好，谢谢啊！你们用画中画的方式把那段播一下，谢谢。传导出去，一般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走线引导到这个边角的位置扩散掉；第二就是在 CPU 组件的后方呢引入这个热传导物质，比如说像石墨。我找到这个字儿，我能念一下吗？一层层的将这个热量呢传导。我能把这个原稿念一下。的内部结构里，看一下，已经接上画面。你往前一点。应该是再往前一些的。现场给一点声音，谢谢。入主板和电池，我们发现整个屏幕模组的背面呢被一整张海绵贴纸所覆盖，而海绵传导性呢是很低的，也就是说主板、电池和屏幕的模组所产生的热量是相互独立的。那么这张海绵贴纸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把两个部分的热量呢隔绝开来。主板和电池产生的热量呢不能通过屏幕向前扩散，而这个屏幕模组产生的热量呢也不能向后扩散。屏幕模组还好一些，最关键的是主板。那么主板上的 SOC 呢是发热大户 ，PCB 在设计的时候呢就继续放。考虑到如何将它的热量传导出去，一般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走线引导到这个边角的位置扩散掉；第二就是在 CPU 组件的后方呢引入这个热传导物质，比如说像石墨贴纸这样的东西，一层层的将这个热量呢传导出来。T1的内部结构里面，石墨贴纸只在后盖上贴了一层。而后盖和真正的内部组件中间呢，又隔了一个金属板。合上后盖之后，石墨贴纸和金属防护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空隙，中间的这个空气的热传导性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石墨贴纸在后盖上的散热作用呢就非常有限。经过测试发现呢 ，T1 的发热量呢相对的集中，会给人一种发热量很大的印象。然而从绝对的温度上来说 ，T1 也不是很出格最高44度，当然依然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好，可以了。刚才这段呢，我想我和王自如都不加以解释了，观众自己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就是说，刚才他那些原话对这个散热的理解是怎么样？是，如果你认为不是错，没有关系，我们继续说下一个。没问题。下一个就是提到这个后面的石墨处理，大家刚刚看过视频了。
因为这个石墨处理这段呢，王自如是说法是说，就是这个由于贴了一个装饰用的金属盖，但这个我首先解释一下，那个根本就不是装饰用的金属盖，这是王自如的另一个错误理解，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结构里推掉这个外壳之后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屏幕上看到这一层金属板，这个其实并不是装饰用的。当然，所有非装饰用的，我们尽量如果可能的话，从工程上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把它做得美观一些，是我们的做法。但是这个板子并不是用来这个叫什么装饰这个后面板用的，它最大的用途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玻璃纤维加聚碳酸酯加玻璃纤维的结构里，除了用音色的 molding 的工艺做了一个不锈钢的框子以外，里边还有2层，有这个不锈钢的板在中间做连接。这个东西上和不上呢，对整个系统这个框架的刚性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如果自如你不相信，你可以把这个拧下来以后拆掉以后，你试着像拧麻花一样拧和装回去拧一样。所以它最大的用途是用来加固这个中框结构的，加固中框结构是它的最大目的，并不是说一个装饰性的这个。我可以讲了吗？对，你可以讲。OK， 首先我们有提到它是装饰件，对，同时后边有提到它是保护罩，就是我们知道它有一定的这个机身，我们当然知道它放到机身里边拧上去之后是机身加强机身强度的。那么我们之所以这样提呢，其实出于几个原因，第一就是说，我们认为它加强机身结构这样的方式未必一定要通过它来做。OK， 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其他方式，而且那么如果你不把这个后盖做成可拆卸的 ，OK， 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把这个东西去掉，变得做薄一些，这是我们的思路。OK， 就是或者说我们认为好吧，我就告诉你，它不是装饰件，但我们刚才要谈的石墨问题，我不希望跑题。我说你说它是装饰件，我告诉你它不是，你现在坚持它有别的用途，那我不谈这个装饰件。你也听我讲完，我还没讲完好吗？我的意思是装饰件问题根本不重要，你可以继续讲。我们还回来继续讲这个问题，对吧？就您说了，它这个东西有机身强度，这个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发现第一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做，第二就是它的这种对于机身强度的这种把控，并不像理想的方案都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做。当然，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所以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我不觉得是有问题的。OK， 而且我们经过我们测试之后发现，我们跌落的时候有一台机子，装饰件嘛，我们已经把一台机子已经摔弯了，就证明它的结构强度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强，对吧？所有的机器都可以被摔弯。所以我们也觉得它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做嘛。不是，所有的机器都可以被摔弯，所以它作为加固的这件事儿不 work， 这个结论是得不出来的。我不觉得你要不做它和做它去比较，才能判断这件事。如果我们那你，但是我已经强调了，这是在跑题。我说你说它是装饰件，我给你解释它不是装饰件。我知道它不是装饰件，我知道它有一部分功能。你说它是装饰件，我说它是装饰件，但是我知道它是有其他功能的。这个我们后边提到。我告诉你，它不是装饰件，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不重要，我们本来就不重要。好，那就过掉它吧。散热问题，对吧？对，我们说散热问题是这样的，因为刚才的视频大家已经看过了，其中提到了说这个机身的这个后背呢，这个东西，跟后边的这个石墨材料没有接触上，中间留有一定的空隙，所以这个呢会导致散热的结果不理想。这个你同意吗？这是你的描述。那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这是我们把市面上常见的几款机器随便拆开看的，就是说，你可以注意到大部分的手机呢，在贝壳上，在这个贝壳，不管它是塑料、玻璃的，在贝壳上贴一些石墨材料做散热，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做法。那么，所有这种厂商的做法里边呢，这个贝壳的塑料上面的这个石墨散热材料跟机身呢，都留有一定的空隙。原因是，如果从公差上控制到完全没有空隙，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内部的部件因为公差问题上顶的时候，背板的这个塑料壳或玻璃壳就会被挤得变形，这是一个。另外，证明它们留有空隙的另一个典型证据就是，这种的散热处理，如果是完全不留空隙的话，两种材质之间通常是会用导热硅胶这样的东西涂抹，使其完美的贴在一起的。那这个会对散热的效果会更好。但是为什么所有厂商都不会在这个贝壳有石墨材料的时候去做一个紧贴的处理，而是留有一定空隙呢？原因就是，如果你把它紧贴上去，从前面传过的热呢会在某一个点上特别的集中，导致你拿着这个手机玩的时候会发现某一个点格外的烫。如果留有一定的空隙，对散热而言是一个相对差一点的效果，但是相应导致的结果是会使得不会让某一个点格外的烫。所以呢，王自如提到我们的这个石墨材料的使用上，由于留有空隙导致散热不好，这个是非常业余的想法，因为所有的厂商都是这么处理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你用导热硅胶之类的，使得两种材质紧密贴合，就会使得某一个点过分烫，这个热过分集中，所以使它
相对散开一点。即便您现在是这样做的，它的发热点也非常集中。对，可以想象，如果我没这么做，它的发热点会更加集中。你不是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吗？但是我现在比较的不就是它这个材质有没有贴上吗？对啊，如果你贴上了，发热点就会更会集中。所以所有厂商，包括我们都是这么做的。但是你要说我们没有贴上发热点仍然集中，这是另一个话题。你总在偷换概念。我没有偷换概念，我是在讨论。你认为上一个话题谈完了，我们就谈这个问题，好不好？啊，我们来接着你刚才这个话题来。所以我再次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所有的手机都是这么做。我们刚才点出来所有问题，这是一个客观事实。OK。这个就是它中间是空着的，有空气，然后并且没有完全贴住，对吗？这是客观事实，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散热变得糟糕了。那你觉得观众会怎么看这个？我们是通过一系列的推导来得出了一个散热有问题的结论的，并不是海绵本身，也不是这一件事情结论。因为任何一个问题，比如说它结构强度不强，它的发热大，都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所以您现在把我的两个问题说出来之后，说由这两个问题我得出来这个结论，我觉得这个不对，因为我们刚才念了一大段。对吗？你需要重放一遍吗？不用，我现在这有稿子，我看的原话清清楚楚。不，我们还是放一遍吧，因为你语气上可以诱导观众去这么理解，还是那么理解。没问题，我们看一遍。请大家把热那部分重新放一下，非常感谢。我们是把一段时间都做了，我们是不是说了很多的推导原因，对吧？不止这一个。来看一下关于上面。来看一下可以。出主板和电池，我们发现整个屏幕模组的背面呢被一整张海绵贴纸所覆盖，而海绵传导性呢是很低的，也就是说主板、电池和屏幕的模组所产生的热量是相互独立的。那么这张海绵贴纸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啊，把两个部分的热量呢隔绝开来。主板和电池产生的热量呢不能通过屏幕向前扩散，而这个屏幕模组产生的热量呢也不能向后扩散。屏幕模组还好一些，最关键的是主板。那么主板上的 SOC 呢是发热大户 ，PCB 在设计的时候呢就会考虑到如何将它的热量传导出去。一般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走线啊引导到这个边角的位置扩散掉，第二就是在 CPU 组件的后方呢引入这个热传导物质，比如说像石墨贴纸这样的东西，一层层呢将这个热量呢传导出来。T1的内部结构里面，石墨贴纸只在后盖上贴了一层。而后盖和真正的内部组件中间呢，又隔了一个金属板。合上后盖之后，石墨贴纸和金属防护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空隙，中间的这个空气的热传导性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石墨贴纸在后盖上的散热作用呢就非常有限。经过测试发现呢 ，T1 的发热量呢相对的集中，会给人一种发热量很大的印象。然而从绝对的温度上来说 ，T1 也不是很出格啊，最高44度，当然依然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我刚才这一点上，我觉得我和王自如都不用引导或诱使观众去出结论了，他们自己看完自己有结论就好了，让他们自己判断就好了。我们看下一个环节。王自如在我们的产品的散热问题上讲了很多，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即使是看 Ziller 出的报告，仍然看得出来我们的散热表现是大概在中间这个位置上的。但是这里边并列的其他的手机有很多，王自如过去也是评测过的。那么这些手机在散热问题上就没有像我们的这个 T1 这样被彻底的拆开，然后从散热的角度做了很多认为是散热有问题的这种分析。然后另外一点我也很奇怪，这个今天借这个机会正好我问一下自如，就是说你这个列表上每次总是并列10个，对，但是与一个手机配套出现的其他9个是每一次都不一样的，所以我想知道你是基于什么原则来？因为我们尝试去分析，看生产时间，然后什么价格，都发现都不对。对，我们先来讲。你今天能给大家讲一下你这个标准啊？首先这个工具目前我们现在所筛选的某一个比如说 T1 的对比机型，我们是根据它的市场定位和这个排名综合的来考虑的。OK， 比如说它是高端机，我们就会找高端机的几款手机来比，并且是能够产生出层次差异的。这样如果说所有的手机都是一样的成绩，那没有意义，对吧？所以我们来荣耀6也跟很多很贵的手机摆在一起了，所以这个里边，我刚才说到了，就是到底是有什么一个算法来决定每一款被评测的机配套的？你听我讲完，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所谓先进算法的状态。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希望怎样呢？是希望能够按照自动的自然排名，在某一个手机排位的过程当中，上5名、下5名，然后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OK， 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库里边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是。也就是说，当我们去看某一款手机在这个排行榜上的表现的时候，它总是居于中游的，对吗？对，应该是。如果说它上边是不够5款，或者说比如说多于5款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如果通常来说它会在中游。就是说大原则你排名是基于这个，对，是吧？那我们理想是这是一个我的疑问，对，好吧？对。然后我们说一下下一个问题。
王自如呢，就我前面提到的这个事实错误，没有一个都承认，原因是我们可以对同样的东西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下面这个呢就比较滑稽了，因为王自如呢，这是我们在指出王自如评测里边的事实错误里唯一一个，他认为，他错误的认定了一个事实，并且这个事实是引导向一个好的结论的，就是说这是他错误理解，但他认为这是对我们是一个好的事情。实际上呢，这个是完全错误的理解，就是说，自如的这个评测里边提到这个打开这个贝壳以后，这儿有一个小的开关，是。然后他当时说这个开关的主要作用呢是，保护数据，因为我们知道可拆卸电池的手机如果拆掉后板的话，那个电池处在一个裸露状态的时候，有可能你顿一下那个电池就从那个卡扣里边掉出来的话，手机里边没有来得及存盘的信息就可能丢失。所以王自如讲的这段的时候指出这是一个保护数据的小开关，但我听你的口气是不是你们现在已经知道弄错了，对吗？不，我这个问题是我理解错了。对，确实理解错了，就是我学习了，这次我真的学习了。对，这个呢，首先我认为它不但是个错，这里边还有一个逻辑问题。我们知道手机贝壳打开以后有个小开关的。首先我给观众们解释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这是我们之前5月20号开发布会的时候宣布，我们的手机还有一个背夹电池。这个小开关呢是跟背夹电池里边的一个机械结构是跟对应上的，所以装上那个之后，系统就知道它是除了自身内建的电池以外，还加装了一个背夹电池。OK， 是2个电池做这个用的。然后从逻辑上来讲，如果这个手机需要做这种拆开贝壳以后拆卸掉电池就会丢失数据的这样保护性措施，通常那种手机电池都是可拆卸的。我们的这个呢，即使拆了贝壳，电池也是不可拆卸的。从这意义上，我认为把这个小开关错误的理解成是保护数据，这个不但是错的，也是非常业余的一个判断。这个我确实学习了，这个不太知道。对，那行。但是我们还有，我在这儿顺便讲一下，就是说，当你们做评测的时候呢，虽然我在这儿也人模狗样的拿着这个牌子讲一些术语呢，其实呢，我在我们的产品发布会上也是承认的，我不是技术出身，对工程上的很多东西其实不懂的。我今天讲的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公司负责的技术的人员出来讲的。我在今年5月20号的产品发布会上，甚至说，我们虽然讲究工匠精神，但这个企业里我只是个工匠精神的吉祥物。真正的工匠是我们背后的那些工程师，这些东西我其实都不懂的，所以我也希望你们知道，就是王自如作为一个英语专业的学生，虽然他表现出来的表演得非常好，其实他在他们的团队里理论上也就是一个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表现的这种东西的一个吉祥物，我不知道你是否认可。我觉得您说的对，这对于专业程度来说，我确实不是我们团队的人。对，所以从这一点上呢，您能让我讲完吗？好 ，OK。首先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自己不懂，就像您说的，您自己不懂，您都可以做手机。那么我们自己不懂，也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做测评，因为我们团队的其他的人都是有专业背景的，都是从技术出身的，对吧？也是有研发背景的，所以可能我们现在讨论的，比如说像您刚才那个理解的问题，可能我们之前没有及时向您沟通，对吧？这个有问题，确实我们应该承认。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对，就是说你可以问我，对我确实可以问你，如果你不知道可以问，没必要不懂装懂。这个是我的问题，那行，我们下次沟通一下。那我等我讲完行吗？可以。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现在在整个检测手段丰富的程度上，我们处在一个上升阶段，对吗？以后我们现在不懂的东西，我们以后都会懂。所以今天我说了，也是来学习的，对吧？另外，我们解释一下您说我们为什么要拆，对吧？原来的机子我没拆过，是因为原来我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啊，也不具备这个分析能力。现在我们有了，以后可能我也不要求你所有机器拆，我只是奇怪，所以问一下。OK， 你拆完了，我们做的华为的荣耀也没有拆。所以我现在想解释的就是说，我们以后认为有必要拆的机子，我们都会拆。你们判断有必要和没必要拆的机器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认为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机子，明明可以做得更小的情况之下，它做大了。OK， 那我们想了解它里边结构有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它是不是主板上给其他芯片留了空间，或者我们想知道它的这个布局是怎样的。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有必要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拆。明白？对，然后呢，王自如的视频里还提到了下一个问题呢，是其中他提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前置摄像头，大家知道我们可能是。我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做统计，但是在我们可见的范围内，在全世界厂商生产的机器里，我们可能是第一个把这个传感器 P sensor 做到了听筒的这个凹槽里去的一个厂商。大家知道，大概1-2个月前发布的科技新闻里也流露出消息是说，苹果也把它的传感器做到了这个凹槽里，好像他们的比我们更进了一步，还是用铁网罩住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在我们观察到的业界范围内，第一个把传感器做到听筒去的，这也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个方案是我们的 ME 工程师自己设计并执行完成的，但是最终给我们生产这个部件的供应链厂商呢，他现在已经被几乎所有的手机厂商派去的人去打听这个是怎么做的，能不能为他们的下一代产品做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明年肯定会有不止一个厂商会把传感器做到听筒凹槽里，以避免在正面打过多的孔，传感器的孔，使得正面板变得丑陋和复杂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东西呢，在我们注意到在王自如的评测里面呢，他针对这个东西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他们的拆解过程中发现这个在里边这个排线绕了2次，折了2次，使得这个工艺变得非常非常的麻烦。那在这点上呢，我想指出的就是说，王自如现在大家知道，他们已经在做一个叫 Ziller Fix 的做这个手机修理的这么一个公司，至少是这么一块业务吧。所以呢，我们注意到在画面里，他们也派了一个心灵手巧的那么一个师傅在那儿把这个拆完了又给装回去了，绣了一个这个东西。但是我今天在这儿呢，想跟你说一下，就是说，在规模化的工业生产中，我们生产的这个东西装配上无论多么复杂，很多东西呢都是借助像富士康这样的顶级的代工厂商设计的为生产和规模化生产专门设计的制具。使用这种制具去装配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招一个工人的时候，即使他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经验，招过来经过短期培训以后，也能装配非常复杂的产品的这个原因。所以我想在这儿提醒一下，就是说，自如的那个视频里提到的那个装配复杂，在我们的整个产线的装配工艺上是只能算中等或中等偏下的，因为我们可以借助非常设计精巧的制具来完成这个安装，完全不需要在产线上把工人训练的心灵手巧才能做这个装配。这个东西呢，我本来今天也是想配一个图过来给大家秀一下那个产线上的制具的，但大家知道富士康工厂的保密性非常强，所以我没有好意思进去跟他们提要求，又找个什么领导签字啊什么什么的。但是自如你可以跟雷总的这个手机都是在廊坊富士康做的，你可以去那边去看一看他们这个制具，你就知道这个在装配上并不是一个问题。我只是告诉你哈。OK， 哎，这是一个。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您解释一下就行了，好，解释清楚就行。对，我也就是解释一下。然后下一个问题呢又是一个关于事实的问题，就是说，王自如的视频中拆开了我们的机器以后呢，指着这块部位提到了2点，说第一点呢就是说，前面的3个按键跟后边的这个排线呢 ，FPC 软缆这个排线，跟它之间是完全裸露的。这句话呢，其实他没有撒谎，但是我相信对观众可能有一定的误导作用，所以我在这儿澄清一下，就是说，这个看起来都是一根根铜丝铜线的这个软缆呢，其实是被一个透明的保护层包裹的，所以它并不可能存在一个裸露铜线的问题。当然，王自如也没说这个线是裸露的，但他说按键和这个排线之间裸露，这可能让观众产生误解，所以我在这儿澄清一下，但这不是王自如的错。接下来呢，王自如提到说，在北方干燥的冬天可能会出现的结果就是你手上带的静电可能会通过这个缝隙打进去以后呢，这个击断这个铜丝。那这点上我有2个想强调的，就是说，实际上呢，坦率的讲，我们最早期的那批产品，自如拿到的已经不是最早期的第一批了。自如我们最早期的那个产品呢，连这个铜箔都是没有的。这块铜箔你看一下，对，保护了没有这块铜箔的时候呢，静电从这儿打进去也不会击断铜丝。首先这个就很滑稽了，因为你小时候哪怕看过几本《少年爱科学》，我相信你们团队现在已经知道了。如果为这个我口误，这个我说错了。对，我这原意是指我们他打。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们已经发现弄错的，对，你不觉得你们作为一个评测机构有义务尽早澄清这个东西，以避免给厂商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吗？我同意。那你为什么憋到今天呢？其实我原意想表达的是，这个静电可能会打到里边的这个其他的组件，比如 IC 或者其他电容。那么我们表达说把它这个铜丝打断，这个确实是我不对，我现在给您道歉，好吧？但是这个问题确实不，你今天给我道歉，我接受。那么我的意思是你弄错的事实，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澄清？通常我们都是第一时间澄清的，这次是我们的疏忽，是吧？是我确实犯错了，下回我们接下来马上就出一个正式就好了。首先呢，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科学小知识，就是静电是不可能击穿铜丝的。对，这个王自如现在已经弄清了，我也不在这上大做文章了。另外呢，我们给王自如送测的这块量产机，其实这块铜箔就是导那个传输静电用的一个设计。在给王自如寄这个量产机之前，更早的第一批手机里呢，我们甚至连这个都没有。那么这个呢，我们后面的处理方式也很简单，因为静电打进去呢不会击断铜丝，但是会
给这个液晶面板的 IC 芯片有可能会击穿。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们对我们早期产品的用户承诺的是，如果你们后边的液晶屏如果是被这个静电打进去击坏了这个芯片上的 IC 的话，我们是可以无偿给你换的，请大家放心。然后这块给王自如寄的呢，已经做了防静电处理，但是他认为没有做防静电处理，这个是我要指出的一个事实错误。我能讲了吗，罗老师？好，你讲。好，这个问题在于 ，OK， 我首先承认我们刚才有一定的这个表达错误，这点我承认。但是我们有错误，不能否定这块的设计也是有问题的，确实它客观存在会带来非常大的风险。那么这一块，用户再去使用的时候，如果一旦产生静电，或者把屏幕打坏，对吗？而且更重要的是，锤子这个静电的这个防护措施疏漏的地方不止这一个，现在还有其他的地方，只不过我们视频里没有讲。所以这是我想说的，其实视频里边有很多东西，是存在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我发现我们认为讲了一个点够的地方，我们就没有再多说了。OK， 所以我觉得罗老师这个你讲错了还是什么多说？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锤子的这个静电这块的设计确实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我们做过我们做过测试，它确实不过国家标准的。什么标准？8000伏就我们做了一个测试 ，OK， 也是第三方机构测的。我们打了5台，4台都不过。而那么我可以简单的讲一下。你用同样的方式还给什么手机做了？我们做了其他的手机啊，比如你提供其他的国产品牌，我觉得现在提不好吧？有什么不好呢 ？OK， 好啊，我们你们是独立客观的第三方评测机构，我觉得带上其他品牌不好嘛？如果您觉得没问题，那我就可以讲。你本来就天天测我们的和其他的品牌，为什么不好？那我可以讲。你讲。我们也打了 OPPO 的，没有问题。还有呢？对，我们就这个测了，我觉得一个对比就够了。你就测了我们和 OPPO 的是吧？一个对比就够了。我至少在证明这一个问题上的时候，你已经低于最低的国家标准了。我们打了8000伏。OPPO 是最低标准是吗？8000伏人没问题。不是，你是说 OPPO 是最低标准？不是 OPPO 不是最低标准，错了。你说我们没过国家最低标准？对，你没有过国家最低标准，而且我打了5台，4台都错了，这个是在产品上就需要改进的。我不知道这个问题。那你把那个公布一下，我也让我们工程师去调研一下。如果是我们错，我们一定会承认。我想知道这个问题您知道吗？我不知道啊。OK 啊，那这不代表我们工程师不知道，我不懂技术。但是这个问题，按理说是要产品上改进，要做很大的这个工作的。我为什么国家标准都不过，8000伏都不过，居然可以我们过 CTA 认证就可以上市卖？你不懂法规吗 ？OK， 那您觉得这样没问题就没问题？我不认为这样没问题，是你说有这个问题，我不确定，我回去会确定。如果有这个问题，我们会想办法改进。就是您认为5台手机打4台不过最低标准是没问题的？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像你说的这样，所以我需要确认。我们有客观的报告在这儿啊。什么的报告？我们有报告在这儿。你找的谁家出的报告？我们在摩尔实验室做的，您可以看。这是你们去做的对吗？对啊，我们全程有这个。没有问题，你把这个报告事后在你们官账上全部宣布一下，然后我们的工程师去调研以后，如果是这个问题呢，我们第一会承认错误，第二我们会去改，第三早期卖出去的问题，如果有静电问题，我们会全保修。好啊，没问题啊，那有这个就要解决了。好 ，OK， 没问题。你稍后会把这个公布到你们网站上？当然会，对，我们扫描一下就行。对。下一个问题是关于 JDI 的这个屏幕的问题呢，这个是再次王自如和他的团队在明显的不懂装懂的讲一个事情，这个相关的文档呢，大家可以去 t.tt-JDI 这个屏幕，现在你就可以去这个网页去看一下。这儿我提供了2个，一个是索尼公司，索尼公司最初是一起参与做 Pixel Eyes 这个液晶，就是 Intel 技术的液晶显示屏的厂商之一。实际上 JDI 由3家日本的电子巨头和日本政府共同组成。那么 JDI 公司的3个电子巨头里，其中有一个索尼，所以大家可以在索尼公司的网站和 JDI 公司的网站上都查到这个文档。就是说，王自如的这个视频评测中格外强调说 ，Intel 屏幕的这个显示器呢，由于这个就是这个使用的 Intel 这个技术呢，导致它更容易产生这个噪声，所以很多厂商对选用这个是非常谨慎和小心的。但是实际上呢，滑稽的就是，Intel 屏呢，刚好就是在这个解决屏幕噪声这方面是格外强的，是所有的液晶屏里边 Intel 屏在这方面是格外具有优势的。但是在王自如的视频中讲到说，使用 Intel 屏的厂商会格外谨慎，原因是这个会产生的噪声难于控制，因此我们在业界之前看到只有用到 720P 的 1080P 的厂商使用起来非常谨慎。这个话是完全错误的一个理解，就是说，在所有的液晶这个屏的比较里 ，JDI 的这个 Intel 屏呢，恰恰是在防止这个噪声方面格外强的。具体的技术呢，我也不装模作样在这儿复述了。我们提供的 t.tt-JDI 这个网页上提供了 JDI 公司的专业文档和索尼公司的专业文档。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英文的网站上去搜更多的技术文档，这是我告诉你的。OK， 没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些，我看一下，还有一些这是无关紧要的嘛，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logo 的放大图。王自如认为这个是用化学腐蚀侵蚀的方式制成的，实际上它是用电镀加 PVD 工艺制成的，跟化学蚀刻没有任何关系。类似的这些小的无关紧要的错误，我们今天就不占用时间一一给大家讲了。通过以上讲的这些问题呢，我只是希望大家知道，就是说王自如的这个评测和他的团队不像你们这些业余的在网站上看的那么专业。坦率的讲，8月1号的视频，我个人看完了以后，我也以为我们在专业和技术领域里犯了很多的低级错误，自己没有发现，被王自如发现了，所以我其实是没有好脸色去跟我们的工程师去沟通的。但是当我得知在技术领域里，他不懂装懂的犯了这样的错，给我们带来很多不必要的一些这个影响之后呢，我是觉得有必要过来跟自如做一个这个现场的对话。还有问题吗？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关于事实错误的部分。我能讲2句吗？当然。OK， 好。我觉得罗老师您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有些问题，我们的观点是不同的，对吗？我是坚持原观点的。那么有些问题呢，我们认为之前确实有我们了解不到的地方，这点我已经承认了，对吗？所以我想表达2点的一个地方，就是说，第一，我们作为一个创业2年的小公司，我们做了2年的时间 ，OK， 我们在尝试用自己最有，就是说自己最有把握的方式，或者说更多的这个资源去评价或了解一款手机，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一定要跟很多手机厂家去聊、去沟通，了解他们产品是怎么做的地方。当然，这个东西能不能完全消除误会，或者是说完全丰富我们的知识呢？我觉得还有改善的空间，这是一定的。OK， 但是这个不能就是说我们完全否定我们整个测评的价值。OK， 那么测评里边有没有说的对的地方呢？或者说反映出这个产品问题的地方呢？没有对的地方，那还叫？当然是有的，对。如果没有对的地方，这就叫泼大粪。所以我想讲的一点呢，就是说，肯定有对的地方啊。所以我想讲的是什么？我想讲的是，我也没说你全错。您先别揪着我这一点说 ，OK， 这我只是说了一句话，对吧？我想讲的就是，我们有客观的成长空间 ，OK， 但是也并没您说那么一文不值 ，OK。谁说你一文不值了？我们有一些，我们所有的这些问题，这么多年来，我在网上经常夸你，我怎么会觉得你一文不值呢？对啊，所以我觉得是这些，我们改进就好了，我们承认，好吗？但是我们也不要客观的否认一些产品的问题。我没有否认。然后您下来改进了，我们共同成长、共同学习，我觉得这就够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不是，我们没有给你造成什么伤害。由于你们业余犯了大量的事实错误，给我们事实上、客观上，无论是声誉上还是什么，都造成了伤害。然后你怎么能这么轻松的去处理这个事情呢？我没有很轻松的处理事情，我今天能过来跟你成长空间，这是人话吗？为什么不是呢？你做错了，不是在这儿认错，你在讲我们一起成长。首先我已经承认我的问题了。你也不要提你们是小公司、小机构，你们作为单个的一个小机构，在中国影响力也许是最大的了。所以你们事实上对厂商说错的时候会造成很大。您真把我们高没有的事。OK， 你们就是这么大影响力的，所以你不要做大了影响力以后在那儿装，这是不对的。我没有。这是不对的，我只是觉得我们依然有成长空间而已。谁没有成长空间？这不废话吗 ？OK， 好，500强的也有成长空间。刚才讲的一大堆东西呢，基本上呢还是关于事实错误，也就是说，我们不从这样的错误里去妄加揣测王自如的动机是什么，因为谁都可能犯错，别说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团队，即使是在国外做了几十年评测的机构，仍然可能犯事实上的错误。是的。所以呢，我们只是指出它是客观上有一些问题的，当然有一些王自如承认了，有一些没承认。但不管怎么样，从那儿我们是不揣测动机的。我们现在要讲的第二个环节呢，这不是关于事实错误，而是关于黑的问题，是吧？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个是灰呢？我们先看一下下一张图片。我这个采用体力劳动的方式翻 PPT， 这个给大家添堵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从王自如的视频里截取出来的一个图片。在这个角度上摆了3个机器，这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T1， 这个是王自如的网站上在液晶屏单项测试里得分最高的 LG 的显示屏，这个呢是 iPhone 的5C。大家可以看到这3个屏里边，它提到说 IPS 的屏呢是广视角的屏，以广视角著称。对。那么作为使用 IPS 屏的手机呢，我们这个手机呢可视角度是非常糟糕的，大家也可以在画面上清晰看出它的红是比较正的，它也是非常正的。而我们这个呢，虽然屏幕被默认调成是红色的，但实际你看到的是一个灰不拉几的这么一个效果，这个非常非常的糟糕。那我们从这个王自如的网站上进行的这个对比来看的话，显而易见这个是最糟糕的。但是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看一下下面一张图片，
这个是我们自己呢，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桌子上、办公桌上做的这个实验。这3部机器呢，分别是第一个是我们的 T1， 第二个呢是 LG 的 G3， 这个第三个呢是 Nexus 5。Nexus 5使用的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屏，是 JDI 提供的套片，除了液晶屏，连后边背光模组都是一模一样的，就完全零差异的2个屏。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角度去拍的时候呢，仍然是我们的表现非常糟糕。当然，我这画质比刚才那张差一点，但你仍然能看出这2个红是相对比较正的，而我们这个呢是色彩表现非常糟糕的，灰不拉几的这么一个效果。那我们再看一下，如果从同样的这个角度再去看3个我们自己的屏是什么下场呢？这3台都是 T1， 你可以轻松的看到，往这个角度看，依然这块屏是极其糟糕的表现，灰不拉几的。这个红就比较正了，这个红是最正的。那么这个里边有两个东西要谈一下，就是第一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去看的时候，我把它示意图画出来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当成眼睛，其实就是摄像头的那个位置。我们去看这3个屏的时候，大家可以轻松看到你的视线，或者说摄像头的视线跟这个屏幕相切的关系上，这个是斜度最大的，这个是次之的，这个是基本上接近垂直去看的。如果你这样去看的话呢，使用绝大多数的手机，我们知道有一些屏幕是特殊的，比如说三星使用的 AMOLED 屏就比较特殊。三星的 AMOLED 屏呢，由于它技术上的特殊性，所以呢，它不会从其他角度去看的时候有明显泛白的这个东西。那么什么手机，既然这些 IPS 屏的手机如果用这个角度看都会泛白，那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当我们说 IPS 屏是广视角屏的时候，它的原理是这样的：如果你垂直去看这个屏幕的话，这是垂直看；如果我们说它视角特别大，达到160几、170几呢，通常指的是这个角度上这么旋转或这么旋转的时候没有问题，或者是这么旋转或这么旋转的时候没有问题。除了 AMOLED 的这种特殊屏和我们知道最近 HTC 的 M8 也是做了特殊处理的屏，除了这2个我们见到的以外，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屏，包括控制的最好的苹果的屏也是，如果大家从斜着45度角这么看过去的话，所有的屏幕都会呈现灰白状态。如果你把它设成全红，你如果这么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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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看都没有问题，这是广视角屏的意思。但是如果你从特定的这个斜的45度角，从这个角上去看的话呢，所有的 IPS 屏都会呈现明显的灰白。所以呢，我们重新看一下这份示意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在这个事情上，王自如并不是犯了一个学术或者科学上的一个错误。我认为这是一个有目的的行为。那么我们为了进一步让大家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呢，我们也准备了2个视频。这2个视频呢，第一我们在现场就给大家播放，第二呢，你们可以如果嫌现场的看不清楚的话，我们也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你在网上点开电脑就可以看到清晰的 t.tt 撇黑 HEI t.tt 撇黑，你点击这个网站或者是我们现场给大家播放一下，当我们使用一个动态的视频去拍摄，摄像机对准3个屏幕走这么一个轨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依次产生的变化。现在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屏幕，看一下这个视频，谢谢。好，大家可以看到这3块屏幕，第一个是我们的，第二个是 LG 的 G3， 第三个是Nexus 的 N5。大家可以看到，转到当王自如拍摄的那个视频里的那个角度的时候，任何一块 IPS 的屏都会明显的呈现灰白和糟糕的显示效果，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如果你回到前面这个状态的话，3块屏又红。这是第2个视频，这3个全是 T1， 都是我们的手机，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到这儿，这就是王自如的那个视频里的角度，第1块明显是非常非常糟糕的，第2块是好一些的，第3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继续运动这个镜头的轨迹，你就可以发现，任何一块屏只要到那个角度，一定是显示最糟糕的。所以呢，我现在就拿着这个王自如的视频的截图，我想问一下王自如同学，就是说，当你给我们拍摄，并且说我们视角小、表现糟糕的时候，是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角度？我不知道你今天这个是想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解释，好吧？
首先，罗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可视角的问题，上下左右正的方向看起来 OK，45度，斜角出现问题，这个我们是承认的，确实很多手机都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您刚才说的有一个问题，我不同意的地方就在于，不是所有的手机，或者只像您说的某几款手机才有45度，没有这个所谓的优化。我们不要把话题岔开了，就说这3款，没有把话题岔开，我就说这3款。好，我们就把这3款来讲。对，我们就说这3款来讲。为什么这2个手机到这个角度也是变灰白的？首先，您刚才拍了一个视频，我也可以再拍一次。不是，我们拿真机说话。OK， 就是拿真机说话，没问题。你是否认这2个机器从跟这个一样的角度看，屏幕不会变灰白吗？我觉得程度比你的要好很多。你的那我如果是最糟糕的，你为什么把我放到最糟糕的角度？这个逻辑很有意思。罗老师，这个视频这个素材拍摄的时候，首先我们拍摄的时候并没有有意的把你放在这个角度，因为对我来说完全没有任何好处。对吗？我不揣测你的动机，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处理的。谁知道你对你有没有好处呢？您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是很简单？当我们把这个素材分好了之后，用我们的拍摄人员去拍这个素材，来体现它的这个。你说我这个表现最糟糕，然后你把我放到最糟糕的位置上，又是为什么呢？这不是我故意放在最糟糕的位置，你不认为如果你要横向比较的话，应该把3个放到一个角度吗？这对一个评测机构不是基本的吗？你现在是不是想跟观众说，你不知道这个角度会变得最糟糕？不是，你知道对不对 ？No， 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的是，你是不是知道这3个这样摆放的时候，它的效果是最糟糕的？你能听我把话讲完吗？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我听你讲5分钟。您再说一遍。你知不知道这3个摆放的时候，这个角度显然是最糟糕的？你知不知道？这3个角度摆是最糟糕的。3个手机从这个角度看起来都会不如正着看的都不如正着看的好。我问的是这3个这样摆放的时候，由于角度差异，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会呈现最糟糕的？这是最糟糕的角度，你知不知道？如果你要这样说的是，你知道对吧？是。但是你是这么拍的对吧？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是这样拍的。那好。工作人员，这跟你没关系是吧？这个素材我们是剪完了拍的时候的，不是临时工，是我们工作人员拍的。我们在分素材的时候，行，你知道就可以了。你有什么话就这个是问题想讨论，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再进入下一个。我们来讨论我为什么这样拍。OK， 首先我们发现 T1的这个可视角度有问题的时候，它在4个角度观察上的时候是比所有的手机都要严重的，这是我们观察出来的一个问题。您可以说我的这个拍摄的角度有问题，不完美是很正常。你不是听我讲5分钟吗？你讲，对吧？你可以说我放在这个角度不是最理想的。OK， 如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下次不是最不理想，不是不理想的是。我们下次素材可以换，如果这样说的话，您提醒了我们，下次每次我们正着拍就好了。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来讲，不能否定的一个问题就是 T1的可视角度就是比别人差，这个是一定的。OK， 而且 T1的产品这个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包括您刚才，我现在插一段啊，就是本周末的6日呢。我们会在3W 咖啡，大家知道中关村有个3W 咖啡，我会把这次我们自己测的和王自如测的所有的相关的并列的那些机型，全部的真机摆到本周6，周6一整天，周日一整天，2个整天，我们会把王自如横向屏的这些所有机器全部拿到3W 咖啡去，我们跟他合作，然后在那儿呢会摆上几十台我们的机器加横向比较10几台机器，一共30-40台机器。供在北京的朋友们去现场到那儿去看一下和比较一下这个角度是不是像王自如描述的这样。首先，罗老师，我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好吗？首先，我觉得您现在这个活动的细则稍后会在网站上公布，请大家明天注意看我们网站上公布。好，自如你讲吧。好，我来讲啊。您这次能不打断我了吗？你讲。您能不打断等我讲完吗 ？OK。首先，您可以拿无数台去对比。但是这都不能否定我们在当时测您量产机的时候那2台就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现在测的是很多手机的可视角度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测试您整个屏幕的时候，发现整个产线一致性非常大，你可以一致性的差异非常大。你可以找到那几款 OK， 可能是您认为可视角度最好的，或者您认为色彩是表现最好的，去拿去拍。那我也可以找到很多我们这里边有很多现场的机子，它都是可视角度还是很差的，对吗？所以这个一致性的问题导致。OK， 我们在拍摄那一台，我们在拍摄这一台的素材的时候，这个机子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在素材上就要体现出来这个问题。OK， 那么当然，您说这个角度是不是最理想的？可能在我们拍摄的时候疏忽了这个问题，但我绝对不是诚心故意的，这点我希望您能理解我。我不能理解啊，我不觉得是啊。OK， 好，那您不理解，但是我解释到了，好吗？OK，
所以说在产品不一致的情况下，浮动非常大的情况之下 ，OK， 我不认为您在现场再展示好多台机子 ，OK， 这是一样的就能解决问题。对，这个非常有意思。既然你提到了我们的手机的屏幕差异，因为大家知道王自如的视频中格外强调了我们的屏幕的色温差异和这个静态对比度差异，还有什么亮度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是不可接受的。我记得他当时评的我们2块屏是相差70尼特，他认为这个是品控做的非常糟糕，也没说非常糟糕吧，就是说比较糟糕嘛。那这件事儿我们的解释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不知道王自如是不是因为没有跟这个工业里边就是生产这块环节和供应链环节接触过，就是说上下差70尼特的这个屏幕控制呢，其实是非常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被普遍接受的现象。因为王自如送回来的2个机器，我们自己测的时候跟王自如测的数据呢有较大的出入，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想要不要公布这个数据，但是后来发现很糟糕，就是这个手机本身是你做的，你要人家寄回来以后，你可以在上面做1万个手脚，别人都看不出来，因为是你自己生产的机器嘛。所以基于这个呢，我们做了一个考虑，就是说我们在公司最常见的手机，大部分人用的 iPhone 5S 嘛，这是最常见的，所以我们随意抽取了5个，并且都记录了1密码。我们这8台机器，不好意思，我讲错了。iPhone 5S 我们选择了8台之后呢，我们全部的仔细对它进行了最大亮度测试、屏幕温度测试、静态对比度测试之后，发现，在我们公司随机抽取的8台 iPhone 5S 里，亮度差异达到102%。事实上，这也跟我们之前去问 JDI 的时候一样的，亮度差异在这个范围内一定是可以接受的。JDI 给我们的 spec 里是亮度差异。如果少于350还是380，忘了一个具体数字。如果低于那个，他们认为是一个不良品，是会退货的。但超出那个上下差个50、100什么的，这都是在业界普遍可接受的范围内的。您自己定的标准是差多少？什么？您自己认为屏幕上面亮度幅度差多少？我自己没有定标准，我们定的标准就是他给我们拿了 spec， 如果我们在产线工人肉眼看着明显暗，我们就会去测。低于那个的话，我们就把它测掉。但是上下差个几十尼特，肉眼除非 A/B 比较不是很明显的。所以呢，但是我们做了大样本调研之后，发现差了不止50尼特，140是可以啊，达到140多尼特。我觉得这个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找140尼特的友商的。比如说，你看我们你今天也公布了，金立投了你 ，OPPO 投了你，对，然后小米投了你，还有一家是谁 ？vivo， 对，4家投了你。我们可以找这4家厂牌的几十台机器横向比较，看一下亮度差异控制的是什么样，好不好？可以。稍后我也会公布。如果你认为我又是精挑细选的，我还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在北京请几家影响力大的评测机构，带上公证处的人，我们一起去市场现摸机器回来拆包做测试。行啊，没问题。所以呢，我现在先公布一个真实数据，就是我们测了8款 iPhone， 因为我们不可能对 iPhone 的机器拆开做手脚，而且拆开做手脚也会被发现。那我们测了8款 iPhone 之后呢，发现亮度差异在102，然后呢，屏幕色温的差异在655，然后动态对比度差异在373。所以，如果按照王自如苛刻的标准的话 ，iPhone 5S 的这个在业界公认是品控做的最好的企业，在王自如的超高标准之下，显然也是有严重问题的，是吧？左老师，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我能补充吗？可以。OK，iPhone 的出货量可是要比锤子大很多的。OK，可能是您的10倍或者100倍，对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出货量越多，由于它的这个生产，包括它的来料供应商的不同，还有生产线的不同，产生差异大，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如此小的这种产量情况之下，依然出现140多尼特的大亮度，这个亮度上的差别，包括你色温上的差异，我们认为是有1000多 K 的。OK， 你也承认 JDI 是顶级的液晶面板厂商？我当然承认。我们从 JDI 买的是旗舰产品最贵的，最贵的 spec 呢，也就是这样。对，所以业界所有用了 JDI 的顶级的屏幕，最贵的音效屏是它的产线里最贵的旗舰产品。OK， 所有使了这个屏的上下差度在140左右尼特是非常常见的。我只想指出一个问题。OK， 第一，这是亮度问题，还有对比度问题，还有色温的问题。我会讲的。OK， 好，先说这个亮度嘛。亮度问题差了140尼特，对，色温差了1000多 K，对比度的话最多可以差到1倍，有的只有600。1000多 K 太正常了，色温。有的是。我不知道你的标准是从哪里来的。作为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同样采用了 JDI 屏幕的，对，因为您说的投资方 OPPO 的产品，罗老师，您说的是看一下，您说的是东半球最好用，您说的你是最高严格的最好用啊，对，我没说东半球spec最酷。您说你是工匠精神，您说你是最认真的手机，对吗？当然。那么最认真的手机在这么小量的情况之下，就控制的这么大的浮动，我们认为没有控制，你完全误会了，这就是世界顶级的液晶面板厂商出厂的时候的 spec，就是您认为差1000K是可接受的。
当然可以接受。然后您认为这是顶级的？对对对，完全可以接受。然后不是你认为是顶级的，我们俩都认为顶级。我再告诉你，它官方的。我认为它的来聊一定是顶级的，但是这个差异我们认为是太大了。这个您同意吗？我不同意啊。那这是我们的认为，我们认为它太大了。我不同意的原因，包括对比度差1倍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都是很大的问题。对比度差1倍这事儿，我一会儿要展开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展开去讲的，你不要着急这个，这是跟你有很大关系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刚才先讲了几块呢，第一个是讲了事实错误的部分，大家已经听过了。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认为是诚心黑我们的，你们也听过了，是吧？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进入第3个部分。我为什么要把引导和误导？其实这个顺序上安排是很有讲究的。我想通过上边的刚才讲的那几件事儿，让你们知道王自如并不是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就是说非常专业呀、非常客观呐、非常可信呐等等。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再讲一下引导和误导的问题。实际上，很多观众朋友不知道的就是说，在这个电子类产品的评测中，其实对评测人员来讲，如果他愿意的话，是有很多的手脚可以做的。这里边可做手脚的空间大到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是的，没错。那我们就这个里面的几个点谈一下，就是首先是讲相机的问题。相机我们侧重谈几个我认为王自如说的有问题的，但是稍后呢，我们也会承认我们自己存在的确实的问题，是吧？首先呢，我讲一下相机的白平衡和紫边这2个问题。紫边和白平衡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智能设备的评测都会在网站上公布他们去拍了几组照片。比如说逆光对着树叶子拍，看看有没有紫边，拍了一组，然后拿6个机器横向比较，或者12个机器横向比较。白平衡也是，我们知道在特定情况下，在阴天或者有不同色块的情况下，自动的白平衡会出现跳和不稳定的情况。那按照这种方式去测试的话呢，它给出一组数据，如果说 A 好，你就觉得 A 好；他说 B 好，你就觉得 B 好，这是很容易被引导的。那么事实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如果评测人员想引导你认为一个机器好，其实它是很容易的，它甚至不用造假。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自动的白平衡和紫边处理呢，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不稳定性的。我们见到业界处理的最好就是 iPhone 在任何时候紫边的这个现象和白平衡的处理，就我们进行了几百张、上千张的测试来看，是非常非常稳定的。那么除了 iPhone 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三星也是一样的，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巨头，技术积累非常深厚。虽然三星的手机我个人并不欣赏，但是它技术积累确实非常深厚。所以我们去测这个业界的旗舰机的时候，就发现，三星和苹果的在这2个方面是处理的非常非常好的。在其他厂商的旗舰机型里呢，我们进行大量的测试，表明我们的白平衡和紫边是处理的中等偏上、偏优秀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知道这个东西呢？我们在网站上做了一个示意，这个样张还不够。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测试更多的样张。再看一下，我们网址是 t.tt 撇之后 photo， 这都是非常好记和简短的这么一个，方便大家如果现在想查就可以去查。我们官账提供这个页面以后呢，呈现了3种样张，就是我们拿我们的手机和竞品的10几种手机横向评测去处理紫边问题。我们请一个摄影师在一个树下站着，正朝上方，保持动作和角度不变的情况下，连续拍10几张图片，每一个手机切换一次，拍10几张图片，获得一组紫边处理的这个数据。你可以看到有些机器好，有些机器差。然后它在维持姿势不变的情况下，上半身朝左，只要微微的扭一个角度，再拍10个照片，你就会发现，一贯处理紫边控制的好的苹果和三星以外，大多数机器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上一组里5个好的这一组可能就变差了，上一组里5个差的这一组可能就变好了。如果你朝右轻轻扭10几度呢，也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对测试机构来讲，如果想在这样的问题上去采用偷懒的方式，就是他也许没有恶意，拍了一组就出结论了，这是偷懒的方式。也有恶意的方式，就是说他朝这个方向拍完了，发现这个机器不好，但是这个机器呢可能是跟他有什么关联，他不希望说它不好，那就换一个角度一拍，那个本来不好的机器马上变好了，而本来好的机器很可能就变差了。这时候他就公布这组数据，不公布这组数据。所以我想大家知道的就是说，这些看似严谨、科学、客观的理工男什么极客喜欢的这些门道里边，其实是做手脚的空间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敢于说我们自己的紫边处理和这个白平衡处理还是在业界里是中等偏上偏好的呢？原因就是
我们在整个的过程中是测了几百上千张不止的这样的图片。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媒体提供样机，也可以请公证处的人来，然后我们做一个大规模的测试。比如说，我们派几组人员出去，一天拍的几千张，来比较一下到底的谁的紫边和白平衡处理的比较好。这个是我在紫边和白平衡问题上想讲的，就是因为王自如的评测里，我们紫边和白平衡都是受到诟病的。对，好，那我可以讲了吗？对，你可以讲。 OK。首先，罗老师你说的很对，每个测评机构里边能够做手脚的空间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测试的方法 exactly 你应该最清楚。跟您说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找一个人原本的站在这儿，左右转右转，我们不会动。OK， 那么至于信与不信，那这个大家自己判断。但是我们的原则一定是不用讲这种话，我们可以发起一个大规模的测试，没问题。带上公证处，联合多家媒体，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好，首先我们来看我们的测试的这个原则是怎样的。第一，我们把手机拿出去，在同一场景下 ，OK， 连续拍摄数组样张，然后拿回来做样张对比。就像您说的，可能几千张、上千张都是很正常的，我们也是这么做的。那么在我们来回交叉对比了发现之后，一张照片一定是不可能反映问题的。OK， 因为它有很多的随机性，但是我们在发现，我们在测锤子样张的时候，就发现，在工程机阶段测的时候和在量产机测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后来做大批量测试的时候，它的这个紫边现象是有不断变化的。OK，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比较严重，中期一点点好，现在我们在在量产机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复测的时候就逐渐在变好了。OK， 没有，但是这个问题，给你送的量产机跟现在机器是一模一样的，软件版本是一丁点都没有变化。这是可能就是因为出现紫边的问题。软件版本是一方面，它跟镜头模组也有很大的关系。对，这里还有一个，如果模组的质量有参差不齐的情况下，或者说由于其他的原因，它都会影响紫边的表现。对吗？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你们的测评中提到说跌落实验呢，不是买一台机器摔一下，因为这里边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呢，至少要拿50台机器走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测试流程，才好说一个机器防摔这个特性怎么样，对吧？这个问题是在这是一个铺垫，我要讲的是后面的。那你们为什么会认为？一个手机厂商的一台机器，你就可以判断它的紫边和白平衡问题呢？因为既然按你的说法要严谨的话，要出这方面的结论是要用大量的测试来证明的。对，所以我们锤子测了2台啊。而且2台你就觉得够了，而且要考虑到周期和成本的问题。那么首先这个有没有实现空间呢？我们按照理想状态，我当然是想测50台、测100台。不是，对，你摔的时候你说1、2台不足以说明问题。对啊。但是为什么紫边和白平衡你就敢出结论，而不是告诉你的观众？你听我讲完。而不是告诉你的观众说这个东西测1、2台是不说明问题。好，我来给你逐步讲2个问题的差别。第一，您说测几十台这个手机的这个所谓的跌落这个试验，应该是在在 pilot 阶段我们来做的，在研发怎么找问题，所以可能甚至不止几十台，可能要说上百台，对吗？来发现哪里有结构问题，哪里有强度问题，然后我们来改进设计。但是在最后出厂阶段的时候，测的可应该就不到几十台，可能5台、10台就搞定了。谁呀？很正常，业内都是这么做的。谁告诉你？甚至包括移动入网的时候，就只有1、2台。我们测的都是几十台。OK， 可以，没问题。所以你不要轻易讲业界都怎么样，你根本不是业界的。OK， 好，你是业界外边这是咱们的理解差异问题了。OK， 那么当你现在再去做相机测试的时候 ，OK， 再去做相机测试的时候，它和那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你刚才说的是2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测试一个在前期研发阶段一定要测得多，这个没问题。但在出厂阶段的时候就不需要测这么多了。OK， 那么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和研发是不一样的。OK， 我理论上我希望我测了100款手机，每100个不同的型号手机，然后我每一个型号都可以有100台，但是在客观上是不可能存在的。第一，你不可能负担这么大的成本；第二，你的周期也不可能完成的这么快。对吗？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在一个小样本的情况之下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数据，并不是绝对准确，因为不可能绝对准确。如果你想绝对准确的话，测1万台才准确，对吗？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一条非常严格的规范化的一个套路。比如说每个手机我们要测多少个场景 ，OK， 每个场景下我们要求有什么？比如说晴天有什么场景，阴天有什么场景，大反差下有什么场景？在这个场景之下，每一个场景都按照我们的操作规范来去做，这样达到一个完整的可复制的这么一个测试流程，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有可参考性的。为什么在别的我们测了这么多的手机 ，OK， 条件有好有坏，我们得出来结论也是 iPhone 是最好的、最稳定的。那么其他有更好的手机，比如说一些国产的手机，或者说国际上的品牌手机，在相机表现也都不错。
OK， 那么这和这个大家公认的这个，或者说一些厂家测试出来的结果是一致的。那么证明就是说这套体系是完全可以反映一个产品的问题的。那么为什么到了锤子之后，我们测出来之后有这个问题了，结果发现又不一样呢？而且您说的第一批和第二批，就是为什么我们测出来这个子边情况之后，就和你是说你后来买的这些机器测的话，比那个改善了是吗？是有改善。那么我们就在想，问题在什么地方？有些有改善了，有些依然存在，比如说白平衡的问题啊，各种方面都是综合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就想到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OK， 你拍3个屏幕都把我们放到最恶劣的角度去拍，我怎么讲？就我们就说事实好吧？对，就是拍事实。你愿意怎么讲就对，怎么讲，好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回到屏幕的问题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要讲的，就是关于王自如的网站上讲到的这个。稍等，不好意思。在这个拍摄的问题上，我们要讲一些事情，就是说刚才提到了这个网站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这3种图片呢，我们分别对应的是紫边现象的图片和这个自动白平衡图片，以及暗光或夜景下这个噪点的问题的这个。这里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相机存在的客观问题，这个是从来不否认的。白平衡和紫边问题并不是我想评测机构说的不好，我非要找不回来什么，而是它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我们自己是承认夜间噪点控制不好。实际上你们如果记得的话，我5月20号的发布会上也说夜间噪点这个现在还没有控制好，还在改善，但改善到现在在整个业界来看也是不理想的。但是如果你只把1300万左右的摄像头的机器进行横向比较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水准，并不是特别糟糕的水准。但是如果我们跟那些800万像素的比较的话，夜间噪点上高 ISO 环境下，这个像素数越多，通常是越吃亏的，除非像 vivo 的 X Shot 它格外加了一个叫什么这个光学防抖的镜头，使得它表现更好一些。如果不然的话，通常情况下，一般说来就是像素数越高的话，夜间的这个成像的噪点就会更大。所以对我们来讲，一直坦诚承认的就是说，我们夜间噪点控制不好。我们送测了很多数字媒体，有些媒体很刻薄的说我们白天一条龙，晚间一条虫，我们也是承认的，对吧？这是一个夜间噪点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相机，还有一个瑕疵，就是我们的对焦速度是比较慢的，这个我之前也承认过。然后呢，我们是采用了这个速度比较慢的这个开环式马达，不是闭环马达，所以导致这个慢。这是我们起初跟富士通形成这个相机成像这块的合作之前，由于缺乏经验，做烧星的这个同事在早期选择了这个方案之后，到了后期，由于工程上的问题很难去换掉了。实际上成本是只差1点几美元的，是吧？并不是为了省钱，但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自己坦率承认的是，我们相机成像上2个问题，一个是聚焦速度不是很理想，因为早期使用了开环马达，现在来不及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夜间的噪点是比较大的，但是在1300万的横向比较里，我们虽然不理想，但也不是特别糟糕的。这是我要跟大家澄清的一点，是吧？然后另外呢，回到这个屏幕的问题上，这也是王自如对我们产品进行的一些这个批评吧。那我们也是取了一堆机器进行了横向的比较，大家可以看到屏幕色温的差异，这是一项，然后是最大亮度差异。就这个表来点，我主要是想强调这个最大亮度和静态对比度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据非常有意思。我们把这么多的厂商的数据进行横向比较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也就是自如刚刚提到说，你们的这个动态对比度前后差了整整1倍，这个有点就很难于理解了。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做到我们用浅灰色标注的这些机器，包括我们自己的机器和 HTC One， 这是友商的机器，你可以看到它们的平均值是在1500到1600，甚至还有1800的，大概是这个。静态对比度理论上数值是越大越好的，但是你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是从800-900到1000，另外少量的几个呢，直接就跳到1500左右，这是什么问题呢？我现在想先问一下自如，你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什么？你们的团队现在知道这是什么问题了吗？对比度偏大的问题吗？就是他们有如此大的变化，这些所有的白的这个平均是在1000左右的，800到1000左右。这些灰的呢，直接就跳到1500、1600去。您这是不同的直接跳了500。这是不同的机型啊，不同的机型有差异很正常啊。不是，就是以液晶屏技术来讲，如果撇除 AMOLED 的这种特殊状况的屏以外，
绝大多数的屏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巨大的。卢老师，这个对比度还有我们自己的机器，你就帮我讲，对吧？我先问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嘛，不用装懂，对不对？我不是装懂的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影响，这个问题的因素有很多，对吗？不能说是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有。那你给我说很多，你给我说几个我听听。不能说因为他们用的屏幕都是 IPS， 你说一下。你不能因为他们是 IPS， 他们就所有的对比度都应该达到同样的水准，对吗？不是这样的。首先跟背光模组有关系了，跟液晶像素有关系，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对吗？对，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对，我们自己的 T1 OK， 分别是800、900、1000到1500左右，直接差了将近1倍。对，我是想说，知道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背光控制的不好。不是。那为什么？您讲。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嘛。我理解的是，我不知道，是我理解的就是背光控制的不好。我告诉你真正的原因在哪儿。我们给你去送第一台的是工程样机，你记得吧？对。第一台的工程样机，你给我们的报告里是1600多。对。动态对比度特别的高。对。1600多是你们测过的，好像是最高的或者最高的之一。稍后我们量产机出来给你的，你在网站测的是800多，你说这个比较糟糕。对。实际上呢，我们寄回来以后，我们重测了，数据有一点出入，但这个不重要，因为我说过了，我们机器我们可以自己造假，所以我不讲这个。但是大部分机器就是在800-900到1000左右，然后另外一个突然就跳到1500去。对。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驱动 IC 的芯片厂商和 CPU 的厂商都有节能方案，节能方案常用的叫 CABC 的这个方案呢，这个是一个软件可以调控开关的。我们给你去记这个工程机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节能开关是打开的。如果节能开关打开呢，它这个测亮度的时候，在黑屏暗部的时候，它会表现就非常出色。这个出色在最大的亮度没变的情况下，由于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对比度一下就跳到1500左右。如果你把这个节能方案关掉的话呢，它就马上掉到800-900左右，800-900左右就是一般的。所以你去看这么多厂商做的话，其实内行的人从这个数据就大致知道这些厂商在出厂的时候默认是开了 CABC 开关还是关了 CABC 开关的。那我们给自如送的2批，为什么前一批是关了，后一批是开了？我想想，对，前一批是开了，后一批是关了。这个里边原因是我们原则上是要打开 CABC 的，因为它对整个的续航和功耗来讲呢，大概有4%到5%左右的影响，所以我们倾向于打开。打开以后，另一个好处是动态对比度也会变得非常大。但是后来又关掉的原因是我们在做的一个饱和度的调节上，它们有一点点冲突，所以我们暂时把它关掉了。因为关掉以后，从主观的感受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异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网站，像 Ziller 这种网站呢，走技术流的方式，经常会把肉眼看不出的问题用仪器测出来以后，然后把它说得非常严重，也显得很专业。但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2个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稍后我们在饱和度的那个调节上处理好以后，下一版的软件会重新打开 CABC， 这样的话，我们全线的产品全部会从900多直接跳到1500多，这是希望大家知道的一点，我在这儿澄清一下，顺便给自如上一课的，好吧？这个是关于 CABC 开关的问题。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漏光的问题，漏光的问题呢，也是自如对我们的屏幕评价比较低的原因之一。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呢把手里买到的所有的友商的机器和我们的机器去进行漏光方面。我在这儿顺便说一下，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表呢，因为数据非常的多，字又小，你们在屏幕上可能看不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稍后我们会把这些图全部上传到网站上，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同时我在这儿顺便再打一下广告，就是这周的6和日呢，我们会把测过的这些所有的机器呢全部拿到3W 咖啡去，我们的机器和友商的机器并排摆在那儿，你们自己去可以看一下这些方面的表现。这个是色彩背光均匀度的表现，这个是漏光的表现。你去这么看的话，所有表现有问题的我们都标注了红色。你这样去可以看到横向的比较完全好的，非常的罕见。我首先在这儿再强调一点，做的最好的是三星和苹果。三星是因为用的 AMOLED 屏，它是特殊情况，因为对它来讲漏光问题不存在。当屏幕调成全黑的时候，背光是全部熄灭的，因此是完美的黑屏。但所有其他厂商的液晶屏，如果关掉背光的话，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光线渗透出来。那么这个漏光，你可以看一下，这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加中国企业的一线的产品，最好的这些产品，仍然可以看到完美的控制这个的产品是极为罕见的。如果你偶尔看到一款产品，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均匀度好加无漏光，这个看起来很完美的。那么可以看到是魅族的 MX3，
首先我承认一点，就是魅族的整体漏光是控制的非常好的，要比我们的好。那么但是即便是如此，仍然有2个比较的话，这是有轻度不均的。这些机器我们都会在3W 咖啡摆出来，是吧？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去看，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有问题。你看这个是无漏光加均匀度好，这是 HTC 的 M8 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屏幕控制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不是买了20个 HTC 的 M8 在那儿挑出一个有毛病的，而是我们只买了2个，就发现其中有一个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我想说的是，跟我们完全使用了一模一样的 Nexus， 就是一模一样屏幕的 Nexus 5，就是那个谷歌的那个手机 Nexus 5，它跟我们使用的是硬件 spec 上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手机。如果我们去比较的话，在漏光的控制上，我们在这些产品里就属于中等水平，没有做得格外糟糕。但是如果你非要跟苹果和三星这种业界最顶尖的比，我们也是同样承认我们在漏光这方面控制的还不够理想。但是话又说回来，其实我们在漏光方面什么都没有做。王自如呢，虽然在视频中装的总是很专业，其实我跟他私下通电话的时候，问到技术问题，他总是要去问别人的。其实他并不懂技术，英语专业的嘛，你可以想象。很正常啊，所以说你也是需要别人去帮你去支持。我从来都说我不懂，你对啊，我也说我不懂啊。没有，我们电话里边说的时候，我也是不懂啊。不，你在电话，我在电话里说，我当然要问我当然要问我的专业不要像小孩子了啊，这不重要。咱们不解释这个人。对，好，这是漏光问题。欢迎本周末到3W 咖啡去看一下这些机器。如果你凑巧使用这个列表上的这些某款旗舰机，欢迎你带上你个人的机器去做一下横向的比较。好，这是关于漏光的问题。然后色彩准确性的问题，我要讲一下。色彩准确性的问题是这样的。这个对我们来讲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因为王自如的测试里边用 Kelman 出的那个色彩评测这个测试软件去测的话呢，我们的色彩准确度是比较差的。那么这个里边有几个原因构成，就是说，我们也买了 Kelman 的套件之后，也跟他们进行了联系，去问就是手机的屏幕到底应该怎么测，因为王自如测出的这个色彩方面的问题呢，使得我们自己也感到非常困惑，因为之前我们大概给媒体送了几十台不到上百台吧，几十台的评测机以后呢，几乎所有的媒体，包括对我们贬多褒少的媒体，也承认我们的液晶屏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到了王自如呢，我们这儿液晶屏全都出了问题，或者说大部分地方都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自己也感到很困惑。很困惑呢，我们也买了 Kelman 的套件，自己也做了很多的测试，最后发现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里边王自如在评测中多次提到手机厂商对屏幕的调教问题，这个基本上是一个业余的看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绝大多数的手机厂商对屏幕是不格外做调教这件事情的，通常是交给屏幕的驱动 IC 厂商，但也不是手机厂商跟驱动 IC 厂商合作，通常是液晶面板厂商跟驱动 IC 厂商合作，所以它发过来的东西，如果是像 GDI 这种顶级的屏呢，通常就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里边导致色彩准确性发生一些偏差的，通常是只有一个原因。当然整个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是通常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说6500K 啊是行业里所谓的标准色温，6500K 的白色被认为是本白，有一个名词叫本白，这就认为是一个标准白。但是实际上人的肉眼感受上是6500K 的白看起来是明显的泛黄，有黄的感觉，所以大多数人在屏幕的选择上喜欢冷屏，但是冷屏是超过7、8千、8、9千以后呢，屏幕呢，色彩准确度就会明显下降。所以我们跟 Kelman 测了以后，跟 Kelman 进行沟通以后呢 ，Kelman 认为我们有他们官方回复的邮件，稍后也可以公布，就是说对手机厂商来讲 ，Kelman 的测试标准上，他给的建议是，你只需要在6500K 的情况下测试白色、红色、蓝色、绿色就够了，不需要做24色、102色的那些测试，只要做这几个就够了。因为手机是民用产品，所以我们就问 Kelman， 那你们有几十色、上百色的那个是干什么用的呢？到底是给谁用的呢 ？Kelman 官方的回复邮件是说，这些东西一般就是给专业用户，比如说在好莱坞做影视后期的时候，对校色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但是他也强调说，如果你要在屏幕上校色做到这么苛刻，用20几色、100几色去测的话呢，通常你的显示器本身就要用专业的校色软件先进行校对，而且这是逐台校对，你不可能出厂10台显示器默认全都一样，你要买回去，专业用户都很清楚这一点，买回去以后你要用专业的校色仪逐个的进行校对，校对结束之后再用 Kelman 的这个东西去对它进行测试。所以呢
Kelman 的答复是说，对于消费类电子产品的这种手机来讲，你不可能对每一块都用色彩校正软件重新校正，而是由驱动 IC 厂商提供一个适用一个彩线上的绝大多数产品的这么一个驱动之后呢，对这个进行20几色、100几色测试意义并不是很大，这是 Kelman 的官方答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我们的实践中，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从 JDI 原厂拿到的屏幕，如果是6500，出厂默认是在6500K 左右的时候，在 Kelman 里测的时候是色彩非常非常准确的。但是如果默认出厂是7000多、8000多 K 的话呢，这个屏通常去测的时候色彩就是不准的。那如果我们用软件把这个屏幕的色温人为的调到6500K 左右，再去测试色彩准确度，你又会发现色彩准确度有明显的上升。那这时候作为厂商来讲，做这款手机，你如果无论是出厂的还是，因为这里我再普及一个常识，就是从供应链的角度讲，地球上好像还没有一个液晶面板厂商是会给手机厂商提供我们出厂的屏幕全部在一个色温范围内，通常是没有的，都是在一个很大的跳跃上。所以我们从 JDI 拿到的屏和我们去其他厂商那儿看到他们拿到的屏，有夏普的有 JDI 的，这个色温差异都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用软件的方式进行干预，所以稍后升级的软件里呢，我们会提供色温调节。这时候我再讲一点，就是说我们出厂到现在，因为屏幕色温问题，主观感受不舒服，导致要求我们换货或退货的几乎全都是暖屏，冷屏几乎是都没有的。所以呢 ，JDI 虽然不能允许我们随便调屏幕的色温，但如果没有意外，我们从实际需求上，稍后跟他要屏幕的时候，是尽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给我们高色温的。高色温的导致的结果就是，你用 Kelman 这种色彩测试软件去测的话，通常色彩是不准的。所以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们格外希望得到一个色彩奇准的，就接近6500K 左右的这种屏，会测起来非常非常准。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们售后会把换回来的那些屏，让你到我们的售后去亲自看完了选择，如果你喜欢是可以拿走的。这是关于色温和这个色彩准确性的问题，我想讲的一点。还有吗？能不能让我说一说？对，该你说了。OK，罗老师，你讲了这么多问题啊。OK， 我承认就是说这里边有些东西是背后的事情，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懂，因为你不做手机，做研发肯定您更专业，对吧？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测试机构，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首先要从最终产品的最终形态上面去逆推，来看它的对于使用效果究竟是否产生影响。至于后边到底是什么原因 ，OK， 如果我们能了解到的话，我们尽量去了解；但是不了解到的话，我们就要看这个东西到底影不影响。我们刚才看了那么多对比度也好，色温也好，包括亮度也好，它是否影响呢？它影响是确实有的，而且它的浮动很大，而且我们认为是比我们可接受的浮动要大很多。对吗？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亮度，如果您认为在这个现在的您量产的规模情况下，认为140多尼特是可接受的情况之下，那我无话可说。包括屏幕的泛白这个严重，我们甚至现在就有几款手机，我们可以现场去看。你先给我讲完。有4家手机厂商投资了，你问问这4家，你跟他们有投资关系，是个合作关系。每家手机对于屏幕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你问问这4家，谁敢说它的亮度调节是都控制在150以内的？你去问他们。罗老师，每家手机对于自己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对，所以你问嘛。对，所以。我们问过了，问过了，因为我们问过。对，谁说的？你给我一个表态，我马上就拿产品给你测出来。OK， 好，那我们接下来之后再验证，好吧？您认为 OK 就 OK。你需要保密吗？谁告诉你可以控制在100以内的，还是70以内的，还是多少？不是100以内，我们认为140是过的，是无法接受的。那你说的那个厂商是谁？他能控制到多少？我们可以把4家全测嘛？不是，对吧？你不说有人告诉你可以控制到比这个好吗？如果是苹果，我没有问题。但是告诉我的人他要求保密，这个没办法啊，是下边的工程师，好吗？没问题，对吧？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色温差异的问题。OK， 这个色温差异，我们35部 T1 里边，在纯白显示情况之下，色温差异达到2200K。如果您认为这也是有问题的，那我也什么东西？色温相差2200K。OK，2200K什么概念？可能是8000，可能是6000，6000就像您说的是暖屏，8000可能就是冷屏，就是您认为2200K也是没有问题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就是您所说的。你告诉我，地球上任何一个液晶面板厂商可以出货的时候控制到2000以内，你告诉我是谁家？我们去谈技术标准的时候，不能谈脱离人类的工业发展现状。没错，但是2200K，你告诉我哪一家屏幕供应商敢说它的控制是2000K以内？据我们了解 ，OK， 谁？据我们了解。谁？据我们了解，有些手机厂家是要求控制在1000K以内。苹果如果这么做，一点都不奇怪。对，1000K以内我们认为是可接受，但是达到2200K 还是可接受的吗？当然，
也是可接受的。你告诉我是哪一家？这就是您说的。因为我们去看这个业界的时候，对苹果、三星总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而且原因是这两个企业赚走了智能手机行业里90%以上的利润。对，所以这两个企业基本上对于供应商可以提任何荒谬的要求，供应商都是不敢不服从的。脱离了这两家，你告诉我，地球上哪一个手机厂商，包括500强的，敢说它的 spec 控制到什么程度？你告诉我。总之，您认为现在您的说过2200K 是没问题的，是吗？你告诉我谁有问题？我们都可以测嘛，这么多厂家谁都可以测。对，你愿意测嘛？我们可以测，对吧？就你，总之您认为2200K 没问题就可以。我认为差2000K 是没有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对 OK， 好，那我们认为有些这是意见差异，好吧 ？OK。对，所以我想问，如果你是一个客观的评测机构，你告诉我，除了苹果和三星，以你们的经验，是谁可以控制到2000K 以内？我们现在还没做过完整测试，我不知道。那你继续讲。OK， 好吗？我们等完整测试之后我再告诉你。好吧。那么包括倾斜泛白严重的这个情况，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反映这个问题，很多用户都反馈。那么我们在测试当中，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我们客服也有很多反应。是啊，因为这个人上一款手机是苹果，下一款手机是三星，然后就用这个，所以他以为地球上的斜的这个光控制都像苹果、三星那么好，但实际上我们跟其他的旗舰机比。您能听我讲完吗？好吧，您老让我说完要打断我，那今天这个说话我没法继续下去了，那你说吧，好吧？首先，倾斜泛白这个严重的问题，我们不是只看了锤子一款，OK， 包括我们看到这一批凡是采用 GDI 屏幕的，都有4角倾斜严重泛白的这种情况。但是锤子不仅仅是在4角泛白 ，OK， 其他的情况它的泛白情况也比其他人的严重。所以说我们在看完之后，您可以觉得我的这个拍摄角度有待斟酌。你们测过 Nexus 15的吗？测过啊。你们测过多少台 Nexus 15的？2台吧。对。然后呢？我们有2台样本。比你的好啊。Nexus 15测了2台，对，你们测了我们的多少台？50台，对吗？我们测了50台，对啊。你为什么测我们50台，Nexus 测2台？因为我们最开始也测的是2台，我们得出个结论，你不同意嘛？你不同意，我们当然就要重新验证一次嘛。你测的那2台，我们比 Nexus 15表现糟糕是吗？对，是的。所以你测了50台？对，所以我们测了50台，发现是普遍的现象。对，这是情况。那如果我们要表明我们跟 Nexus 5的是差不多的话，我要以什么方式才能证明这一点？比如说，我给你拿100台，你说100台我精心挑过，对不对 ？No， 罗老师。所以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们愿意配合你，这不是锤子和 Nexus 5的问题 ，OK？ 这是锤子自己的问题和其他人业界普遍不是，你在你的屏幕表现上和评价中都明显的表现出我们比 Nexus 5还要糟糕。但这些事儿邪门的是 Nexus 对屏幕没有做任何事儿，我们也没有做任何事儿。所以非说有一些，我们对比的手机很多，那一个屏幕的那个榜单下来有10款手机，对吗？但我们跟 Nexus 5差距很大。是啊，我们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屏。那为什么？所以这里边有概率问题，对不对？如果有概率问题，对，所以呢，我想问的是，如果我们愿意配合你这家评测机构，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出多少块机器，能让你去评价以后认为我们跟 Nexus 5表现是一样的？你不能让我们，如果它现实是一样，那我们当然是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测完之后不一样，那就不能让。所以我们去讨论一下一个可行性的方案，是如果怎么样，我们能检验出它是否一样，也别说是一样吧，检验出它是否一样。你为什么非要证明它一样？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说我们比它差，但邪门的是，第一是不止比它差，邪门的是我跟它用了一模一样的屏。这是您上游觉得是，但是为什么观感有差别呢？这怎么解释呢？什么观感有差别？现实观感有差别啊！你测了它2块，测了我们50块吗？那当你在所以我现在问的是，我测2块的时候也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如果出经费的话，要2家怎样抽取多少台，最后你能得出一个你认为可以接受的评测结果？都比50台好了啊！大家都比50台好了。对，但是我这50台我一拿，你就说我是挑的，我怎么办？我为什么会说你？我从来没说过你是挑的，对吗？你是说我只要拿50台来，然后你找？对啊，你只要保证50台是全新的就行。我找各50台全新的。你说50台全新，我就信你全新。你为什么信我呢？对啊，罗老师嘛，我不信你信谁啊？你信我是吗？对啊，我连你都不信，我信谁啊？你为什么相信我呢？你给我讲讲。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吗？这是屁话，你是给我一个理性的理由。我们在这儿不是耍贫嘴的。好，罗老师，那如果你认为这样的话，那你就可以找相机全部把它拍下来，保证它是全新的就行了。找什么相机？你用相机一刀不剪，就是您的风格嘛，对吧？证明它是全新的就行了。就说我拿50台Nexus 5，再拿我们50台，然后你保证你现场开封就行了，好吧？如果您觉得一定要保证一个什么东西的话，可以吗？没问题，好吧，没问题。那么
好，您让我先把整个问题讲完好吗？好，你别老打断我好吧？我说了好多次，对吧？第一，您认为这个亮度差异大是可接受的，好，那是我们标准不同。如果您认为2200K 色差大也是可接受的，那也没问题，这就是您所谓的严苛标准。那么对于这个所谓的屏幕泛白的这种情况，4个角度咱们有差异，咱们可以继续验证。但是我们还是坚持的认为，您现在这个侧边角度观察起来泛白的情况依然是严重于其他厂家的。OK， 这是我们的观点。那么而且是严重影响用户观感的，这个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那么包括您说的像一些解析论，我有一个问题，你又打断我。不是，我到这儿我问一下，你可以继续讲吗？你都记了，我凭脑子，你都不记在那儿吗？那你说，我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严重影响观感，严重泛白，严重有问题，然后说了一堆，我们屏幕都很糟糕。对，现在我想问你的是，你知道我们是红包车马费都不提供的手机厂商。是啊，对啊。那现在为止，所有的数字媒体，我可以给你找，所有的数字媒体几乎80%-90%以上屏幕的机都说我们的屏幕好，你怎么看这件事？很正常啊。我们原来的测试结果也和别人有出入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原因有非常多复杂，我怎么能知道他们是怎么测的？你怎么看所有的几乎都说我们屏幕好这件事？那是他们的问题啊。他们认为好，那我没办法改变，对吗？我们原来测很多手机的时候，在某一部分的这个数据也是和别人不一样，但是我们按照我们测试结果出来反复验证，它就是这样的。你们犯了这么多错以后，这个自信是哪来的呢？罗老师，犯了这么多低级错误和不懂装懂的错误以后，首先有一些，甚至当测试屏幕的时候，把我们放到最不利的角度去拍摄，连这么恶心的事儿做出来以后，你这个自信是从哪来的呢？我把您放到，首先我那3台手机去并排拍的时候，并排，那这一台摆着拍的时候，然后你角度呢？首先这个 OK， 这个角度我承认我们原来在拍的时候确实是不理想的，这一点我承认。但是我们即便是现在现场来看的话，它也依然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场看好了，好吧？我们现在解释没有意义。去哪里看？好吧，我们现在就有机子。你拿什么机器？有 iPhone 5啊，咱们拿 iPhone 5比好了。你现在怎么让观众看反应？有现场邮机啊，我们可以。你这样好了，你反正也来了嘛。对啊。周六周日呢，我们在3W 咖啡摆这些所有机器去测，你把你机器也拿过去测。我不用拿，您的机子提供了就对了。你拿你的机器去测嘛。我们来看你刚才咱们俩前面讨论的时候，你提到了我挑不挑机器的问题，后边有假惺惺的说信任我。其实你前面提到过。不，我是说你的产品一致性是不对的。你回去看咱们俩今天整个晚上对话的录像，就总之你的产品一致性差异我如果拿出来，你就说可能是挑的，后来你又假装信任我。OK， 好，您产品一致性差异这么大的情况下，你为什么在直播的时候都这么不老实呢？我怎么不老实了？你刚才说你信任我，在之前你说我们如果做手脚也是没有办法的。是啊，我问你为什么信任我，你说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因为您刚才拿那3台手机，我说不要开玩笑，我没有开玩笑。OK， 好，我说不要开玩笑，你说因为你是罗老师，我信任你。罗老师，你能让我完整的表达完吗？您别说揪着我一句话，你就反复的在问，这样我不是一句话。你在整个晚上里，先说怀疑我们出的是不可信的，后边又说只要是我出的你都相信，因为我是我。对，因为你已经对你哪个是真话？我信你，好吧，我信你是真的。什么叫好吧？好，你接着讲完吧，我就可以讲下一个。好吧，首先我们的测试的方向是基于整机的现实表现。向上逆推它有什么样的问题 ？OK， 好，即便您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我们都同意，都认为它是正确的，可能它就是正确的，或许它就是正确的，那么也不能否认它在现实观感当中就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买了一个锤子，好吧，阳光下你能看得清楚，我看不清楚。现实观感，你信任我的话，我就摆让人看嘛，你老说什么呢？对呀，我们眼神观感的话，所以我不觉得我们说视频当中说的有任何问题。包括你的主观观感可以我们的手机不好，我作为厂商无权过问这个。对，但是你把我们摆到最恶劣的角度，说我们可视角差，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跟你对峙的原因。我即便摆到同样的水平，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厂商，你作为一个评测机构，如果你犯了100个低级错误，我都不会找你对峙的。原因是谁都会犯错。对，一个小机构犯错，一个年轻的团队犯错，完全可以理解。是，但是你犯了那么多的错误，同时又加上一个屏幕测试说我们不好的时候，摆着一个特别恶劣的角度，而且我刚才用平面和视频以及示意图的3种方式，给观众证明你在这个上是有问题的，你也承认是有问题的。我刚才也承认了，这个角度确实不是理想的，但是我也刚才也说了，我们不是故意的。至于是为什么，我回去一定要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追究责任。这个好了吗？但是。即便这个1个月你在干嘛？8月1号到今天，因为我不认为这个事会产生，因为我认为它的问题，你不认为它会产生？我不认为它会产生误导。
OK， 为什么？而且即便因为它的可视角度已经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即便我把它摆平也是差的。OK， 这个太有意思了，因为刚才的视频里和我们的拍的那个图里边都明确的表明了一点，你可能忘了，我再提醒你一次。这个现场的观众可以看一下这2张图片，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 LG 的 G3， 这个是 Nexus 5，跟我们用了一模一样屏的2个，然后这个是中间在自如的网站上评分最高的一个。那么如果这个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是3块一模一样的 T1， 是我们的一模一样的 T1。甚至我们在实验中，为了防止色温导致有影响呢，我们连色温都找了尽量趋近的。去拍的时候，这个刚才实际上已经给大家放过视频了，我想我不需要再给你放了。而且我们那个视频网址已经提供给大家，如果不放心，你可以回去重新再看一下。我还是那句话，您可以。我想说的是，当这个角度的时候，这2个之间是天壤之别，是天壤之别。所以我不知道王自如为什么会这么坦然和自信的在这儿去讲。说这个影响不大，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出这个影响不大的。自如你看一下，这个是红色，因为我们把这3台手机，OK， 按照平放的角度，OK， 同一个角度拍下来，锤子的可视角度依然是比别人差的，这个是客观事实。OK， 如果您真的认为我们拍摄手段有这么大的问题的话，对，那这个手段你们发现这个有问题，那我承认我错了，好吗？对，你们错是什么时候发现？刚才您指出了这个问题是您认为这个很严重的问题的话，那我觉得我错了。好吧，不是，如果这个东西给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是在现场知道的？对，我是在现场知道的。你来这儿之前，你不知道这个？我不觉得这个有问题。你来这儿之前，你们认为这个拍摄上没有任何问题？我不觉得有问题，是因为正常看的锤子也是。我们要表达的观点很简单，就是锤子可视角度是不是比别人差 ？OK， 只要它现实的这个可视角度是比别人差的。行，我们6日去摆机器。对，你说信任我嘛，所以我就随便挑几个机器摆了，好吧？我们现在我还没讲完呢，老师。好，那我没讲完，好吧？好。我们说了。您说我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首先，我说我自己没有出发点，绝对不是故意的。OK， 这个我已经解释过了。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基于这个手机的最终整体表现，对吗？即便您认为我们展现的手段是有这个可斟酌之处的，但是也不能否认锤子里边的现实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即便您在解释上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是因为那样的这样的原因，用户拿到手里边之后不会 care 那么多的原因。我差了温差大就是温差大，我的对比度有问题就是对比度有问题。OK， 我的可视角度有问题就是会影响我的感受。这个对于我们视频的本身的这个所谓的让消费者去给消费者了解这个产品的这个目的是没有任何干扰的。OK， 它依然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视频里边究竟哪里有问题可以谈嘛？比如说你说我们的色温不是色温，是那个亮度差异70尼特是一个比较糟糕的。对。那你但是实际上我测出来的时候差140多。对，那是你后来又测了嘛？对，拿视频证明它更大140，我也认为没问题。对，你也认为没问题，那我就没话讲了，对吗？对，我现在想问的是，除了苹果、三星，你告诉我哪个厂商可以控制的那么好？我现在没做，我没做完那么多的验证。你说保密吗？对啊。你说保密吗？对，关于亮度这块是这样的，但是其他的地方我没有做验证。那你要说哪块？我们说嘛。我们说色温这一块好了，我们说倾斜翻白好了，我们说漏光、色温这一块好了。你认为差异在多少内是可以接受的？我认为1000K 以内是可以的。1000K 可以接受，对吧？那你告诉我，你投你的那4家手机厂商，谁是控制在1000K 以内？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啊，所有的手机厂家一块讨论好了。不是，那我就想说那4家嘛。这4家你告诉我。你也没有验证过，我也没有做验证过，对。那你验证过谁家的是控制在1000以内的？我说有没有厂商说可以表明自己是控制在1000以内？你刚才说有的，你告诉我保密。对。那我告诉你，我想问你的是，你告诉我哪一家厂商是控制在1000以内？据你们知道的，我不说那4家厂商没有问题。我们验证过的只是2-3台手机。如果说50台手机，不是，我现在问的是你验证过哪一家厂商的多台机器是控制在这个范围内的？如果以2台这个样本，或者到5台之内这个样本的话，很多台都可以啊。很多台都可以。对，很多台。那你可以公布数字吗？可以啊，但是现在这个手上我没有，所以我可以回头给你公布。对，那你在你网站上公布，我会告诉你那些手机厂商的那个控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可以啊，没问题啊。除了苹果、三星。对啊。因为我们技术实力、积累以及销售的量和定价的规模全都是不一样的。对啊，是啊，所以我认为当您现在量小的时候，您的这个产业质量的控制应该更严谨才对啊。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量小，你可以做更多的调教功能啊，你可以你调教可以做得更好啊。我告诉你了，没有调教，这是你们意淫出来的。OK， 好，没问题，那咱们手机厂商不调教屏幕，好，没问题。如果你对屏幕表现不满意，你只对供应链厂商提需求。OK， 好。知道吧？好，没有什么调教。好，我懂。您这样说，那我们就不讨论这个问题，好吧？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还有我们刚才说的相机的，你有几个问题后边？很多问题啊，包括您说的这些问题，我都没有解释过。是跟刚才这个相关的，都是相关的。您刚才讲的相机，我还没讲相机呢。你大概有几个？我不想一次次举起这个再放下。OK， 你还有几个？你告诉我。还有3、4个吧。好吧。对。关于白平衡和紫边和色彩的这个问题 ，OK， 我刚才也在反复强调，我们用同样的手段。测了很多台手机之后，我不相信你，所以呢，这事儿你不用再讲了。这件事儿很简单，我请公证处和请10家以上的数字媒体，用1整天的时间，我们出经费和机器，整个测一遍，来决定紫边和白平衡谁控制的好。可以啊，没问题，就可以了啊，你不用讲。OK， 好，你说下一个吧。对于静电这一块的问题，我们刚才讨论过，但是我觉得讨论的不够透彻。OK， 就是静电这一块的问题，您在做这个出厂验证的时候。您觉得多少是合适的？什么？静电这个我完全不懂，所以我说你把你的静电标准不是找了什么摩尔实验室，你公布，对，我去找工程师，我们来讨论。如果有问题，我们会认错的，我们每次都认错。如果是错，好，我们只是不承认别人栽赃的东西而已。OK， 明白。好，您继续讲吧。能问问你为什么买我们50台机器吗？我当然要做大规模的验证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要验证这个我们发现的问题是个体问题还是全局问题啊？结果我们验证完了之后发现没有对其他厂商做过这个事，我纯好奇啊，我纯好奇。为什么没做过？对，是因为别的厂商没跟你叫板过，对吧？不对，那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些厂家不需要做那么多的验证啊。为什么？我们之前沟通过了之后，很多问题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比如说，我们了解过了他们在这个调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我们理解过了之后，我们认为有些东西需要在这2台样本里面可以解决的就可以解决掉。OK， 当然他人没给我叫板也是另外一个原因。OK， 因为咱们俩的沟通一会儿再讲我们沟通的问题哈，因为观众其实并不知道我们之前有过什么沟通。好，没问题，这是有义务交代给观众。现在我再说一下这个关于评测标准的问题。评测标准是这样的，这个每家机构都有自己不同的方式去评测一个产品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在评测标准方面呢，想跟大家谈一下这个业界的，中国呢整体上就是哪方面都是跟发达国家有差距的，你们也知道。所以我们以发达国家的这个比较影响大的2家比较典型的 The Words 很多人都听说过，是吧？还有一个就是Phone Arena， 我相信自如也是2家都知道。那么这2家呢，前面的这个 The Words 呢，它在网上有明晰的说明，而且它一直以来的评测风格也是相对而言是比较注重生活实际体验和感受的，不是技术流的，就相对不是特别走什么昂贵的仪器啊，什么复杂的测试标准和参数啊，通常不走这个路线的。Phone Arena 是典型的技术流，所以它网站上呢会有巨细无遗的参数以及他们具体使用的测试方法。但是我们也知道 Ziller 在中国呢，在数字评测的媒体里边，一般说来是比较技术流的，这也是自如自己承认的。然后他们也一直以来被数码消费的爱好者以及数字媒体认为是在中国是比较专业和技术流的这么一家机构。但是奇怪的是，我们就之前评测的结果跟自如的团队进行沟通的时候呢，在很多方面非常奇怪，就是说。我先说一下我们之前说过的吧。一个是你在 Ziller 2.0 的发布会上提到了，说你们对手机测的时候会测上千项，对吧？对，上千项。评分点是三对，评分点是上千项，但这个上千项是什么呢？是不能说的。对，你当时说的是不能说的，是要保密的。对。因为我们在申请专利啊，所以说你不可能把专利的东西公布出来，对吗？什么东西？我们在申请专利啊，整个这套的测试的这个方法。然后在 TP 灵敏度方面呢，他也在 Ziller 2.0 的发布会上提到了，然后当时也说这是很敏感的，不能公布。然后在我们的摄像头方面的工程师跟自如联系的时候，在摄像头0至100的评分上，具体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换算这个分数的时候，自如也是表示说这是保密不能说的。然后在噪点表现上问怎么评估的时候，自如也是说不能说的，还有一些我没有全部收录进来。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是技术流的，像 Phone Arena 这种网站呢，做评测的时候，一个可信的做法是，当你使用了大量的仪器和科学设备、标准、软件等等进行评测，出一个数据报告的时候，
通常他会把自己的测试方式讲得很清楚。从科学实验的角度来讲，这保证了其他人如果在同样的条件、同样的环境下复制这个实验的话，根据这个结果就知道他说的是否可信，以及是不是对方或者是己方出了问题。我们之所以现在暂时不公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专利正在申请流程。我说了，我们不是说永远不公布。你们申请什么专利？我们要申请发明专利啊。测试方法。对，测试方法。你用的所有的测试设备和软件全是买过来的国外的权威的，你申请什么专利呢？Kalman 全世界地球人都那么用。你用 Kalman 测完了以后，你测试的方法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如何将这一套测试方法和实际用户感受进行结合，在中间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有怎样自己的判断，这个是重点。而且我们的专利已经申请提交了，人家居然可以接受你的专利申请，多荒唐的专利都可能被接受，这不重要。那我现在就明白了，就是这不重要，我不荒唐，我收回我轻率的言语，不荒唐。我现在想跟观众朋友们说的是。Ziller 在中国被认为是最技术流的评测机构之一，但是它的评测标准自始至终都是黑箱操作，严格保密，不对外公开的。按王自如的说法是，这一套测试方法得到了专利以后才会公开。对，所以我想请大家考虑的是，如果一个技术流的网站测试方式全都是保密的话，它的测试结果你到底怎么看？这是我给观众的一个疑问，你不用回答。OK， 好吧，这是一个。然后下一个呢，要谈一些事实问题了。王自如的网站和他的这个评测呢，一直强调这个非常漂亮的名词叫独立客观第三方啊。对，这里边呢，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说客观这个东西呢，我们先不谈，因为可以最主观的人也标榜自己客观，这不重要。而且客观不客观说起来是很模糊的，坦率的讲。所以我们不谈这个，就说独立和第三方，因为独立和第三方是很容易评判的，它不像客观与否会有那么大的分歧和争议。首先说什么叫第三方，很多人见过这个词，其实并不了解，只是稀里糊涂就过去了。第三方的意思，你既不是 A 方，也不是 B 方，是第三方。那么在手机消费这种数码消费品领域里，第一方和第二方，那就是消费者、终端消费者和手机厂商，这是第一方和第二方。当我们评测机构说第三方的时候，它代表的既不是消费者，也不是厂商，而是独立客观的第三方。这个你同意吗？这个定义是啊 ，A 方 B 方。那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一个评测机构创业2年多，拿到的所有投资全部来自这个领域里的厂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不妄加揣测说王自如你是不是拿了厂商的钱，所以替他们说好话，打他们的对手。我不搞这一套，我只想问一个客观事实，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手机厂商，手机评测机构拿的4个投资机构全是厂商的钱。给你做的投资，而且你之前一直都不盈利，完全是拿厂商的钱活到今天的情况下，我想请问王自如，你为什么骗你的观众说你是第三方？其实你是代表厂方的，因为你拿了厂方的钱，你的生存是依赖厂方的。为什么讲第三方 ？OK， 第一点，客观我不讲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客观，我就说第三方和独立，你独立又从哪里来的 ？OK， 首先。如果按照您这个逻辑来推导的话，所有的媒体、所有的这些所谓的专业机构，它全部都不是独立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情况很正常。比如说媒体里面有他的投资人是来自于一些财团，很正常。难道说麦当劳投资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就不能报麦当劳的负面了？这个是你完全不知道，我凑巧给你扫忙哈。我告诉你 ，Word 是怎么做的。我给你看一下国外真正的体面的评测机构是怎么规定自己的东西。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就是主流的那些大的国外评测机构，你在网站里边搜索关键词，找一个 ethics statement， 就是职业道德规范的声明，会发现这些厂商、这些评测机构呢，会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和自己的规范。举例来说 ，The Words 这个是影响力非常大的。The Words 的做法是禁止自己机构内的所有，就是他们自己机构内的员工购买跟他们评测和报道相关的企业的股票，是绝对不许买的。因为你可能 The Words 影响力大，如果对一家夸了一通，导致他股票上升，你的员工事先知道这个报道，又买了他的股票，可能就会有一个影响。这是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所以他是禁止自己的员工去买报道相关的任何一个厂商的股票的。这是第一个，在官方这个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公司都不是上市公司，不存在内幕交易的问题啊，对吗？你不存在什么？不存在内幕交易的问题。你独立第三方拿了4个手机厂商的钱，你怎么独立？首先，这家公司依然控股的是团队。你还讲到了一点，说雷军投你的钱的时候，
还告诉你，你今天刚发的对吧？你说雷军不是为了钱，对，雷军作为一个资本家，不是为了钱投了你，对。然后你之前也是不盈利的，靠了雷军的钱活到了今天，后边再有钱是别的事儿了。对。那你这个独立和第三方是哪来的呢？你是被厂商养着的，你怎么讲独立？它并不控股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的独立第三方是指我们的内容制作是完全独立的，控股才行。OK， 是我们的制作团队是完全独立的，我凭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你的董事会里不控股的股东都不能代表你这个公司，只有控股的才能代表，是吗？当然不能。所以也就是说，我的公司是独立的。对吗？什么独立的？因为我的股权结构，如果你按这样说，中国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不用干了，他们所有一定都有外资背景，一定都有别人。谁有外资背景？中国哪一个？谁是做手机评测的，拿手机厂商的钱活到今天的？还是一样的道理啊！这个公司的投资人背景并不能够代表这个公司。好，那我们也就是说，除了客观以外，在独立和第三方上，我们俩也有分歧。对，是的。你认为你这个机构，而且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中国认为你这个没有任何一条人走过其他的路。OK， 这是唯一的一条我们在尝试的路。什么路 ？OK， 尝试做第三方独立的测评机构的人 ，OK， 没有一家能够在手机厂家以外融资成功的。对呀，对，因为这条路没有人看得懂这个价值，所以如果我们想做这件事的话，我们必须要。你们的价值是什么？你给我讲讲。我们的价值就是，当我们把这个产品、把整个测试的流程全部规范化了之后，或者逐渐提高了之后，能够公开的让这个行业的产品变得更透明，让所有的竞争回归到产品上来说。你最近试图收购的一家评测机构。就告诉我，他不愿意被你收购，但是他生存也很艰难，原因就是如果被你收购的话呢，他就不独立了。但是你显然是很坦然的，你认为你过去不盈利的情况下，拿着手机厂商的钱活到今天，又找了3家手机厂商给你投资之后，我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你依然是独立，你标榜客观没问题，对。但是从事实描述上，这不叫第三方，不叫独立，知道吗？你到现在，我觉得这是你现在是被手机厂商养着的。我们有自己的盈利，你没有盈利吗？别吹牛了。对，我没有盈利啊。对，所以你是被养着的嘛，养着就不叫独立，被养没有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世道生存艰难，我知道你今天写了个煽情篇嘛，我们都知道是生存艰难。生存艰难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个女人被包养这件事儿呢，是没什么可指责的。罗老师，如果按照你这样说，罗老师按照你这样说的话，我讲完，你被包养这件事儿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是一个被包养的女人出来大谈经济独立对妇女人格和职业尊严是这个个人尊严的重要性，你不觉得很古怪吗？罗老师，如果按照你这个逻辑来说的话 ，OK， 那么我们是完全没有理由做这件事的，对吗？什么？我们是完全没有理由做测评的，对吗？这个跟我没关系，我只是告诉你，独立第三方不是这么理解的。为什么不是这样理解的呢？因为他又不是控股，他理解不了。我给观众讲一下，我们的内容制作完全是独立的。你让我把 Words 他们这个在国内是非常成熟的模式，为什么到了中国就有问题呢？哪个在国内是成熟的模式 ？OK， 媒体的投资方和他的内容制作团队是完全独立的，这个在国外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种形式。为什么在中国就不可能？那我现在跟你讲国外的，你老打断我吗？我没有打断你啊，这个问题在跟我们不存在的问题，好吗？好不好？如果按照您的这样说法来说的话，好。如果投资人投资了，就一定会导致一个恶性的结果，或者说我们的第三方独立是不存在的，那我们就没法干。你可以标榜你客观，但是独立第三方是事实错误，这不叫独立第三方。好吧，那我们理解有问题，那您继续讲好了。你是被厂商养的，你怎么能叫独立呢？你不叫第三方。我跟所有的厂家在融资的过程当中谈得非常明确。哎，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不赚钱的情况下，这么多手机厂商投你，你觉得是看什么呢？很奇怪啊。特别是雷军，你刚刚讲过，他还投你是因为。说根本不图钱，就想帮你一把。对，很简单。我跟所有的这些手机厂家谈的目的，那这其实就是施舍你嘛。在施舍的情况下，你谈什么他要不要投票权？人家本来就施舍你的。所以说没有人有投票权，我们就独立的呀，这有什么问题呢？什么投票跟投票权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投票，它会影响你。我问你，这么多资本家不挣钱的情况下给你投资，你是怎么理解这件事的？这为什么叫不挣钱呢？我们现在不挣钱，不代表我们以后不挣钱呢，对吗？对，你看一下，而且我们现在把在中国哪一家？我来这样解释吧，你说没有 VC 看好评测机构，这是客观事实描述。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评测机构没有盈利模式，所以我们要找其他的盈利方式来去做啊。所以我们找到了其他的盈利模式，并且在这条路上已经有人认可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有更好的前景。所以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很纳闷一件事儿，你是怎么拿着手机厂商的钱去做手机评测，这么心安理得，并且自称第三方和独立的？罗老师，之前我跟你讲过这个概念问题，我之前跟你讲过这个问题啊，您表示理解的呀？我表示理解。对啊，这个我后边会讲。这个您不要着急哈，这个我会讲。我先把这个介绍完啊。对啊。The Words 是怎么做的呢？
禁止自己的员工，其实大部分国外的都有这样的类似规定，就是第一呢，我们是数字评测机构，禁止对利益相关的手机厂商或者是什么 IT 厂商这些东西呢，做跟他们相关的报道的时候呢，是禁止买他的股票，同时要保证每一个写稿的这些专栏作者或者编辑呢，要声明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有没有跟利益相关的企业有任何关联。举例来说，给 Words 写专栏的一个作家，如果他跟他们经常触及到的那个 IT 公司没有任何的关联的情况下，找了一个女朋友或者结了婚，这个女人刚好是利益相关企业的员工的话呢，The Words 会有2个要求，第一是必须在网站宣布我们的某个专栏作家或编辑是跟利益相关企业里的某个女人结了婚，这个是要公布，让读者有知情权，以表明自己的清白的。另外一个呢，他做这个之后呢，这个专栏作家将不得在 Words 上再写跟这个企业相关的。他过去写，他娶了这个企业里一个女人以后就不许写了，只能由别的专栏作家和这个来写。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就是独立和第三方不是像你们理解的，我拿了钱，然后呢，董事会里没有投票。你可以想象一下，雷军要一个评测机构的投票权干什么呢？简直是可笑的。所以呢，我在这儿就这个行业陋习，我也想讲一点，就是说，我也不介绍这种先进的国外企业了，我就说国内吧。比如说小米、OPPO、vivo 和金立这4家手机厂商给评测机构 Ziller 投了钱这件事儿呢，让我想到很多这些年。这个行业里出现的一些非常可笑和非常恶劣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知道，相对于评测机构或者是跑分软件这样的东西来讲，生产厂商理论上就跟运动员一样，然后评测机构和这个跑分软件的厂商基本上就跟裁判一样。但是在中国呢，由于一些企业的带动，现在越来越成规模的出现一个恶劣的行业趋势，就是这些运动员纷纷给裁判投资。他当然不想从裁判身上赚什么钱。我们不是裁判，我们没有执法权。OK， 我们只是一个建议者的角色，我们没有执法权。没问题，没问题。您在说，我现在不说你了，我说安兔兔好吧 ？OK， 这些厂商给罗老师，我们今天是来讨论这个产品和讨论这个视频。对，你给我2分钟跟观众说2句心里话，好吧？谢谢。然后呢，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厂商在给跑分软件这样的去投资，使得自己的跑分越来越高。这个现象在中国我不点名，你们也就知道是谁了。那我作为新入这个行业的人，出现了什么样的滑稽情况呢？行业里跟安兔兔代表的势力那方的对手的这边的一个大佬呢，给我打电话发短信，要求我和另外几个构成利益联盟去投另一个跑分软件，叫鲁大师。然后呢，通过鲁大师形成一个派系，跟安兔兔的那个派系进行竞争。你没法想象比这个更恶心、更恶劣的这个行业局面了。所以，我作为手机行业的新人，我想跟我这个行业的老前辈恳请大家一件事儿，就是咱们作为运动员，千万别给裁判送钱了，求求大家了，是吧？我在这儿给大家前辈鞠个躬，好吧？请大家作为一个体面的手机厂商，不要再给手机做评判的这些人投资了。拜托大家了。好，自如这些跟你没关系哈，我再说下一个吧。自如在测评中呢，非常有意思的是，它作为一个标榜技术流、客观严谨、第三方的一个评测机构呢，竟然给一个他们评测的产品机构的老板还提了一些人生的忠告。这个是我这辈子真是活了40多年从来没见过的这种怪现象，简直就是邪门的不能再邪门了。因为今天直播节目我就没法说脏话了，但这个脏话不是要骂人的，是强烈表示我的意外。在这个视频的结尾处呢，自如给我一些人生的忠告，这个里边提到了2点，就是说，第一呢，他希望我作为一个做手机的厂商，对做手机这件事儿有一点敬畏之心。那这个事情呢，我其实确实觉得有必要，我对我的支持者们简单做一下说明，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不是技术出身呢，我对必须高度依赖技术为基础去完成的一个产品充满了敬畏之心。但是我的很多支持者们也认为我是一个嬉皮笑脸，其实这只是我的性格和表现方式。就是说我对我的竞争对手嘛，通常采用的是，战略上叫什么，战术上重视，战略上藐视这样的方式。所以我在网上表现的嬉皮笑脸，但是当我们尝试去做一个具体的东西的时候，总是投入120%的精力。但是因为我们整个团队人比较少呢，所以呢，即使我们人多了以后，你看现在500强企业产品也有那么多瑕疵，所以呢，
我们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未来做的产品仍然会存在一定的瑕疵，但这不表示我们对我们做的事情是没有敬畏之心或不认真的。所以这是我想给自如讲的，就是说，你如果从我嬉皮笑脸的态度里没有看到我对这行有敬畏之心的话，我现在告诉你，我其实是有敬畏之心的，只是提醒你。第二个呢，自如提醒我说，认真可以，不要太任性。这件事儿就非常奇怪了，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在不涉及是非对错的问题上，你给我忠告是什么意思呢？罗老师，任性不是错的，我不是在教您做人，罗老师，我不是在教您做人，我是在想，我在给您做产品提一些善意的建议。首先，我们说认真和所谓的这些敬畏之心，体现在什么地方？我的体现在产品之上的，罗老师。对，非常好。所以我们在很多产品上，我们讨论一个产品理念不同的时候，你认为我不听你的，或者我意见跟你不一致，就是任性，对不对？不是意见跟我不一致 ，OK， 不是跟我意见不一致呢？不，你不需要跟谁一致，但是最起码要做到这个产品不要有特别，怎么讲呢？特别什么？让用户不理解的状态。OK， 什么用户不理解的状态？很明显的有太多这样的点了，对吧？任性，对吧？就是做产品完全凭借着自己的想法 ，OK， 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是私营企业，不是我想怎么做，我还找人民开个会讨论吗？你这个想法真的很奇怪。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的这些东西在产品上产生了副作用，给用户带来困扰的时候 ，OK， 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产品或许可以在保持自己原有思路的同时，能够融入一些多的这个开放性的思维。就这么简单。不然呢 ？OK， 如果不然没关系，你也可以继续做啊，没问题啊。我也只是给您善意一个建议，我也给您善意一个建议。我也给你一些人生忠告。好啊，任性不任性不涉及对错问题。对，是的，这是一个取向，就是一个性格问题，或者是一个差异的。对，没问题。它不涉及对错。对，但是被手机厂商养着的机构呢，这个是不独立、不第三方的。你可以说自己客观，但你不能说你独立和第三方，除非我们汉语的词汇意识我们有分歧。你不独立、不第三方。所以我想给你的忠告就是，这个世界呢生存很艰难，你被包养可以。但是包养呢，就不要出来谈这个什么独立人格啊，这真的就是非常非常让人难为情，知道吧？我不觉得是。所以我也给你这么一个忠告，你当然不难为情了，你是谁啊？然后我们看下一个，就是说这个3个有些这个是观众可能感到有点奇怪，就是评测一个、咨询顾问一个、修手机一个，这3件事儿，自如应该是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现场的观众可能不理解。这3个事情是什么呢？这是王自如出道以来迄今为止在做的3件事儿，已经做了的和正在做的3件事儿。评测呢做成什么样？我觉得今天前半段你们可以自己有自己的判断，我不想讲。难道按照这样的逻辑就不能产生一些好的结果吗？什么好的结果？ OK， 就难道我们的投资方和我们的内容完全独立，就不能产生出优秀的结果？当然可以产生好的结果，但这不叫独立，不叫第三方。你已经是内方的了，你说第三方就是骗人，知道吗？这不是好坏的问题。难道有一定的股份就叫做？当然了，你就是他们的人吗 ？OK， 那如果说您要是投资人，要是一个日本的话，我也可以说你是日本公司吗？就没问题啊。我们代表了日方的利益是肯定毫无疑问的，所有的公司都要第一保证自己投资人的利益，所以我们代表了日本人的利益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我们没有日本人投资，但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可以承认的。OK。我一定不会说我拿了这个投资，我说跟他没关系，为什么呢？他没有投票权，我们独立，不要讲这个。但是我们的内容是吧？我们说你们做这3件事吧，这是王自如出道以来做的3件事。第一个呢，他做评测，这个我不用讲。第二个，他做咨询顾问这件事儿很少有人知道，我今天有必要在这儿讲一下，这是我们中间发生过的一个事情，你们不知道。第3个，修手机，他开 Ziller 2.0 和 Ziller Fix 的那个发布会，大家已经知道了。我想就这3点讲一下。评测我不多说了，大家都很清楚。咨询顾问这块是这样的，就是我在跟自如上次见面的时候，我跟我们的产品总监朱肖木，跟他一起在北京见面的时候呢，当时是我跟自如，我忘了是第4还是第3次见面，这不重要，反正我们见面聊起来的时候，当时刚好是媒体刚刚报道了，就是说雷军投资了 Ziller 之后。这个消息大概是13年的几月份？8月份。那个之后过了应该是1-2个月还是多久，我忘了。然后我和朱肖木呢就见了一下这个自如，我们聊起来的时候说起这个，我当时呢就比较天真嘛，我很单纯，然后我总觉得一个独立第三方机构拿了厂商的钱这件事儿是很难交代的，所以我出于关心，没有任何恶意，出于关心的角度，私下里我们见面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要拿厂商的钱？自如大概表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拿了也可以保持独立性，当然这个我是不认可的，但他说拿了也可以保持独立性，然后就聊了一些。
最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拿了这个钱之后呢，大概是几百万，200-300万吧，第一批，如果你不方便透露的话。然后拿了200-300万的投资以后，我说拿到了钱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什么呢？如果你只是拿着钱，没有后边创收的方式的话，拿着这个钱是有问题的。是啊，所以我们一直在摸索的盈利模式嘛，对吧？所以我们当时就讨论到了盈利模式。你给我讲了2点，你帮我回忆一下，如果我说错了，你可以指正我。我大概记得你当时说，第一个是要制定行业标准这件事，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呢，你说由于你们在评测方面的影响，有一些厂商找你们付一些顾问费，在上市之前让你把关，对，免得上市以后出了问题，对。所以你当时提到的是说华为已经跟你们签了一个合同，在做一款手机。对，所以我和肖木当时我们是在做软件方面的咨询啊，那不重要，反正你给华为做咨询服务嘛，提供咨询服务。是的。然后我和肖木在的时候，我就说，那自如你也给我们把关吧，因为我一直以来过去是喜欢看你的评测的。是啊。然后我认为你们能从消费者角度去看一些产品，可能是那些工程师思维的人发现不了的问题。是啊。所以想请你做一个咨询顾问的服务。对啊。结果呢，你在这个咨询顾问的服务里，给我们的软件和硬件全部做了收费的咨询服务，对不对？对，是啊。那这个最后你也给我们出了一个报告，但是我现在到这儿有一点很纳闷的事情，就是我们为这个事儿先记了工程机，后记了量产机。对。然后呢，你在工程机的阶段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问题，这是我非常感谢的。然后我也跟你表示过感谢，对吧？然后费用也付了。现在我问的是，当我量产机也出来给你之后，朱肖木是问过你，我们新发过去的量产机的硬件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你们的官方回复我不记得是你还是你的同事回复的了，那个回复我们还是保留了的。回复里是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个邮件如果你必要的话，明天可以公布这个邮件。罗老师，你听我讲完，你们回复了说没有问题之后，过了一段时期，你发了一个评测报告，在这里边，如果你给我们在评测中提到的缺点，全都是跟你之前收费提交了咨询服务报告里完全吻合的时候，我们认为你职业道德是没有问题的。是啊，这个很好理解，绝大多数都是吻合的呀。但是你在那个里边提到的很多缺点是在你的报告中完全没有提及的，并且我们工程机和量产机都存在，在这2点上情况是类似的。所以我想跟你讲具体的几个。第一是，你作为一个评测顾问，我们在给你量产机以后问有没有什么毛病，让你们给我们回复的时候，这件事情，当机子寄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对于锤子这个测试并不是第一时间展开的。你在问我的时候，我给你的原话回答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测完，我还不知道。不是，我有那个原件的。OK， 这个邮件是谁回复的呢？不是你，就是你的同事嘛？对我来讲是个机构嘛，这有区别吗？我明白了。我只是想，除非那个人不是你们的人，他肯定是我们的人，但是我只是想搞清楚我们当时回复的具体的措辞是什么，好吧？那我可以公布，你那儿说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之后呢，你在评测报告里提了第一泡棉对散热的问题，对，这个是你没有提交的，对，因为我们在静电击穿你是没有提的，指边现象你是没有提的，指边我们在报告里边有提到，你在指边的那个报告里边，我们没有指边，我们一定提过，并且告诉你说这个问题你有确认对吧？一定提过。我告诉你，我今天来之前也确认过。你在提交的 PDF 文档里回去搜一下“指边”2个字，你看看从头到尾有没有。我们当然是仔细研读过了，同时也搜索过了，没有指边问题。另外有一个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刚才告诉你了 CABC 的问题，你之前不知道对吧？对。我现在告诉你了之后，我想问你的是，当我们作为一个你的客户。付费请你帮我们在上市前把关产品的一个咨询机构，对，我给你付费去测2批机器，一个是前面的工程机，后边是量产机，在这种情况下，对比度差了整整1倍，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节能的那个 CABC 的原理，对，所以客观上它差了1倍。这个数据你看到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提醒我们？这是一个非常离谱的事情，因为你送了一个机器过来是1600，再送一个机器过来是800多。就这几个你没提交，但是放到了你的评测报告里。这几件事情，我们在测评里，我们在工程机阶段发现的所有问题都在报告里面一个不漏，这些全都不在。为什么不在呢？当然在。我不但保留了这个原件，为了证明它没有被修改，还可以从服务器上重新荡下来。当工程机和量产机发现问题的时候，对，他们发现差异的时候，我不会因为量产机的这个问题反射差异而去反思你工程机有什么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的报告是针对你工程的问题，对吗？这个没有问题。但你测试的时候做这个测评的时候，发现了这么多新问题，为什么都没有提交？我为什么要提交？因为我们问了，问了什么？问了有没有新发现量产机有问题？你们说没有问题。
然后你就发了这个公告。这个回去我这里边我再给你讲一个好玩的事情，是你们的同事甚至发一个邮件说，我们做了你这个产品的收费评测，对，不是收费评测，收费咨询顾问，对。因此，是不是你们作为甲方不允许我们发表评测？我说没关系，也就是说，你这个视频还是征得我的同意才能发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为什么在这个内容里，当我们提交了量产机给你之后，问你还有什么新的毛病的时候，因为它已经不你说了没有毛病之后，在这个测评里又给我讲了4个毛病。罗老师，我从来没说过我们测完了之后一定没有问题。你在问我的时候，我们的测试那我回去今天回去我公布那个邮件嘛。我们的测试到达了哪一个阶段？是否有足够的这个结果来告诉你说有些问题，这个是不能确定的。明白，所以我听懂了。所以我这样理解，你看对不对？如果我们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你要公布你的测评报告，对。然后呢，我在这个时间点上问你，我说有没有发现问题？你说没有发现问题。对。那你到了这个时间点发现问题以后，你作为收费的咨询机构，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呢？那个项目已经完结了，我为什么还要再讲呢？哦，对啊。所以你可以把你没完成的所有事情都推到之前那个点上，我没有发现。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原因。但是事后发现呢，是因为当我们在做工程级测试的时候，你可以在我们发邮件过去问你，但是当我们在做独立测评的时候，当我们在做测评的时候 ，OK， 当我们在测评的时候是完全基于量产机的结果来做公布的。我们给的你就是量产机，对，我们就是基于这个的。对，所以说量产机发现什么问题，我们就应该如实的把它做出来，对不对？当然，对，所以说没有问题。但是你为什么要责怪我？一定要告诉你呢？你要告诉我呀，你对外发什么我不拦你。事实上你们问我要不要拦，我说不拦，这个你承认对不对？对，我没拦的情况下，我现在都疑问是，如果我到这个节点问你发没发现问题，你说没发现，到下一个节点你发现了，然后不给我打招呼发这个，你就认为职业道德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是客观事实，为什么一定要？我现在问你的是，你认为你作为收费咨询机构在这样的处理方式上没有职业道德问题，对不对？我觉得不，我觉得没有问题。显然嘛，从前面的结论我看出你是一个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最后说第3项，我不觉得老师不要把它上升到道德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处理事情的具体手法。不是道德问题，我觉得我不谈师德，这是职业道德问题。你作为收费机构，我不觉得这是职业道德问题。首先在发布测评视频的问题，我首先要负责。你没有职业道德。我要对你别这样讲好吗？你就是没有啊。我首先要负责对象是观众，是这个产品。OK， 当我去做咨询报告的时候，你如果在上一个时间点上，你告诉我我们服务已经结束了，没问题，不要再问，再问就再加钱，这是可以的。你说没问题，过了2天问能不能发，我说能发，发完了以后全是新问题。你不觉得职业道德有问题是吗？真是一朵奇葩。我不觉得。我们说这个吧，修手机，我不要求你同意这个修手机的问题，这是你们 Ziller 正在做的一个新业务，大家都知道，网上也都发布了。对。你今天呢，当着这个直播的观众告诉我，你们官方宣称的苹果官方的原厂的配件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外边渠道采购的呀。什么渠道采购的？华强北采购的呀。什么渠道采购？华强北啊。华强北怎么采购的？华强北有供应商啊，所以我们找供应商采购的。你跟我私下是怎么讲的呢？你敢把跟我私下讲的这个话再讲一遍？我就是跟你这么讲的呀。华强北的是哪来的？你知道对吧？是啊，我知道啊。哪来的？华强北是通过各种渠道从工厂里边出来的呀。就工厂里怎么可能出来呢？苹果的工厂里对外卖零件是吗？我们的供应关系，我们已经问过苹果了。我们的供应商就是华强北的。我们的采购渠道是完全合法的。至于他的零配件怎么来，那你可以去查他的问题啊。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吧？对，我当然知道，因为这是唯一。你方便讲吗？你方便讲吗？可以讲啊。对，那是哪来的？可以讲啊。就是苹果作为一个不卖元器件的厂商，你们的上游渠道是从哪里得到苹果的官方的？通过其他的渠道去找到的。我来跟你讲吧，你肯定不老实嘛，我来跟你讲吧。不是不老实，这是行业现状，所有的手机都是这样的。对，哪怕是国外买的手机都是这样的。行业现状是什么？行业现状就是当苹果不官方销售的时候，我告诉你行业现状什么样。这个行业里灰色收入、流氓收入非常多。对，没有任何一个流氓收入的这些机构出来像你这样假装理想主义者。Ziller 2.0上你讲了这么多理想主义，你的粉丝根本不知道你的这个苹果原厂配件是哪里的。那如果我要是想解决修手机的这件问题，我应该怎么办？您告诉我怎么办？你说你这个机构如果要生存活不下去，所以拿了手机厂商的钱，还说租赁第三方。所以你的逻辑跟所有的流氓杀人犯全都是一样的。我出身穷，我父母吸毒，我打小吃不饱饭，我该怎么办？我就该杀人放火，是一样的。老师，你说这个完全没有道理，是因为这个你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这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我想修手机，苹果不给我配件，我怎么办？
你说你怎么办？我们通过合法渠道采购啊。什么合法渠道采购？就比如说，如果啊，你买的是，比如我给你举个简单黑道理，色渠道的元器件。好，我在一家音乐网站买了它的会员，下载正版游戏。买黑色渠道元器件做维修的，在中国成千上万。苹果一定程度上是放任自流的，是。但是这些厂商从来都不装，他不会出来讲自己是，我就是一个广东小生意人，我就是赚这个非法收入的。我也可以保证，我给用户提供的配件全部是经过我们的质量严苛，我们的质量把控的呀。你们什么质量把控？苹果原厂配件吗？我们为了苹果没有给自己授权商以外的任何人苹果的原厂配件也是有这样差别的，所以我们保证我们在采购回来之后一定能采购到最好的。那你告诉我你的原厂配件是怎么来的呢？我告诉你了，在华强北通过上游采购的呀。你知不知道华强北的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知道啊。从工厂拿的，对不对？对，是啊。从什么工厂拿的？从苹果的代工厂拿的。他们怎么拿的？这个渠道他们是否合法？我不知道。你知道？你给我讲过。OK， 可能灰色地带了，有可能是灰色的，是吧？不是，可能是灰色地带。是灰色的，但是我们的采购手续是完全合法的呀。所以呢？所以我不认为给用户提供这样的服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们在中间加了一道把关的程序，我们认为这是比市场现状提供更好的服务。日后有没有可能提供更好的？可以，当我们做大了，当我们做好了之后，可能会跟苹果合作去做，也不一定啊。自如不愿意，可能讲得很详细，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渠道到底怎么回事。其实渠道的问题现状就是如此。如果现在任何想做手机维修的人都不可能找到其他渠道去做，包括美国的，包括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的。我给大家，那为什么这个就有问题呢？那如果这样说的话，所有做维修的人是不是都是耍流氓？是不是这样的服务就不应该存在，就不应该给用户提供好的？没有从官方拿到自己去买的那些有问题的来源的那些东西，对，来源有问题的东西就是耍流氓。但是人家呢不否认自己耍流氓，也不承认自己耍流氓，不提这件事儿。你呢拿着灰色渠道，你自己也承认了，灰色渠道的配件之后呢？你拿着这个去开一个发布会，大谈理想主义，我就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呢？我谈理想主义跟我做维修有什么关系呢？你拿着灰色渠道的做收入，你有什么理想主义可谈呢？你不就唯利是图吗？我不是唯利是图，是因为在现在这种在这种市场混乱的条件之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比现状更好的方式，循序渐进？你要说的话，我必须要生下来就可以改变世界，这才叫牛逼，对吗？不是。对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一条。这个世界有很多人不用灰色收入，没有活得很好，但是我们也没有通过灰色收入啊，我们所有的配件都是都是你买的灰色渠道的配件。对啊，但是现在问题，灰色渠道只有这些，那我假定你不知道它的真正的彻底来源，我给你讲一下，我现场也给大家公布一下，就这么简单。罗老师，如果我在一个网站上，我能跟观众讲两句话吗？谢谢哈。这个渠道是这样的，就是在深圳呢，有很多半黑社会性质的企业、流氓企业呢，他们采用什么方式得到苹果的原厂配件呢？基本上大多数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就是跟代工厂商里内外实行勾结。大家知道，苹果对元器件的要求是非常非常苛刻的，所以当一个供应链厂商把它的元器件，举例来说，我们随便说，比如说液晶面板，给它送到这个叫什么？不说液晶面板，液晶面板比较严重了，我们说一个什么螺丝钉这种不重要的，这种元器件送进了代工厂商之后呢，苹果或代工厂商在质检上可能有一些报废的不合格的品是不能用的。这些不合格品呢，比起山寨厂商的那些元器件，品质仍然高，只是它过不了苹果超高品质的苛刻的。您现在在偷换概念，质量我用的绝对都是合格品。OK， 您说的这些不合格品，它客观存在，但是这和我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深圳的渠道里就没有苹果认为合格的品，苹果认为合格的品一定出不来，如果出来就是偷出来的。如果你可能不清楚啊，你搞出这么大动静来，我给你讲一下窝藏、转移、收购和销售赃物罪。这个呢，最高可以判7年以下3年以上徒刑的。跟我这个东西呢，罗老师，我告诉你，没有，我给群众，我给观众就是非常正规的，对，我给观众普法。他们认为怎么样，那是他们的事情。这几年呢，他又改了个名，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罪，这个改了个名字。也是3年以上和7年以下的。对，那我给你讲一下，你自己知道是灰色的吗？对，所以我给观众讲一下这个灰色到底有多灰。就是供应链厂商把元器件进到了苹果之后呢，苹果收到了这个之后，由于苹果苛刻的标准，有很多是要退回去的，也有一些是要生产过程中认为不良进了不良库做报废的。那这些在报废库里边存了足够多的数量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这个代工厂商内部的人跟外边的那些流氓黑社会性质的那些厂商，如果他们之间有勾结的话，从代工厂商里，比如说
10万个螺丝钉直接偷出去，这是一定不 work 的。所以通常采用的方式是，里外勾结的外面会找一些劣质的、极其差的那种螺丝钉，拿到代工厂商的厂里来，塞到报废库里去，这样保证报废品一直是存在的。然后把报废的那里边，苹果认为不行，但是从外部来看，其实还是相当高品质的这些东西给换出去。那这个里边经常是5到10倍的差价，更多的也是有的。因为你从外边搬进来那个东西可能只值5分钱，你从苹果拿出去的，苹果认为不合格的至少值5毛钱，然后你拿着这个再到灰色渠道里把它散发到全国去。这就是为什么在深圳的华强北呢，到处都可以买到苹果不承认的苹果官方元器件，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在中国，由于幅员辽阔，各地发展水平不同，苹果的维修售后渠道不可能铺到所有的城乡下去，所以呢，出现的结果就是，大部分的这种做灰色的这个渠道来源的元器件的这些厂商，都是到深圳去批这个东西，分发到全国各地去。所以呢，如果王自如认为他的元器件不是这种质量不被苹果认为不好，进了那个次品库或者是废品库的，那我想请王自如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你是从什么渠道能保证你拿到的东西不是我说的这种，而是品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品质没有任何问题的，每一个零配件买回来之前，品质没有任何问题的是怎么样从苹果的库里能到外边来流通的？苹果不承认有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我们的供应商，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能够不是你跟他们做生意嘛，所以我就问问你。我当然不知道，这你应该去问他。OK。但是我能保证的是什么？我能保证的是什么？我只能保证的就是我在采购回来的配件的时候，100%一定是达标，并且质量合格的，并且应该是全新的。OK。我们只要能控制到这一点，就能够保证给我们消费者提供的是，所以呢，我想对大家讲的就是说，自如出道这几年做了这么3件事儿，这个之前看起来不错，现在你们也知道了，对吧？咨询顾问呢做成什么样，而且他没有任何愧疚心理，他在收了我们的费，提交了报告，我们给了第2代产品要求，结束了之后，为什么还我问他有没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回了一个没有问题，之后挑了一堆毛病出了个评测，而且评测里全是硬伤，甚至有可疑的角度拍摄。是因为你在问我第3个手机收入呢，基本上全部通过灰色渠道获取了非苹果官方售件，在自己的官方主张是苹果原厂配件。这3件事儿，我们去看这个人的职业生涯，希望你们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哈，我就不讲了。然后这是一个，最后呢，我讲一下这一点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已经拖得足够长了，相信很多观众都已经疲劳了。当然，自如可能还准备了一些问题，我也会回答。这一点对我来讲是非常坦率的讲，是非常难过、非常心酸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手机厂商是卖大众消费品的，产品出来以后是要让人家说的。所以迄今为止呢，我们在中国的数字媒体上见过不下100份的对我们的评测报告。占多谈少的，或者是反过来的，都见过很多。然后呢，犯了硬伤错误的也很多。但是呢，多数这些这个评测机构呢，我们从他们的评测里看不出主观恶意，充其量就是犯了一些错误，或者当然没犯错误很少的也有，是吧？也有。所以呢，我们也从来没有想着去跟人家对峙，因为作为一个手机厂商卖消费品出去了以后，人家说3道4，你还傻了吧唧出来说我要给你掰扯，我的为什么好？这种事情我们是做完了以后，即使做好了，这件事本质上也是丢分的，因为风度不好嘛，显得非常糟糕。所以我们能不做这件事是一定想不做的。但是王自如的评测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所有产品评测里硬伤最多、事实错误最多，并且有明显的在恶意的黑我们的这种痕迹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得不出来跟自如进行这一场对话的原因。所以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的这个苦衷，就是对我们来讲呢，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由于生产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导致外面的媒体对我们各种传闻报道都非常多。当我在工厂抓生产的时候，很多媒体找我们访谈，就讨论要采访的时候，我因为没有时间没有心情拒绝了。拒绝之后呢，很多媒体采用的方式就是把传闻当一个新闻发出来。发出来以后，我们不得不让市场部、公关部的同事去跟他们接触，并且就错误新闻提出澄清之后，这些媒体呢，通常会把传错了、传谣的那些新闻撤掉。撤掉的同时，我们要求他发澄清，他也发澄清，但是我们问他能不能道歉，他说不能道歉。
然后转发的那些机构常常还表现出，当我们提供证据了之后，他说我们转发的龙头不是我们，你去找他，他撤我就撤，他不撤我就不撤。所以这导致我们作为厂商每天都被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这种信息困扰。但是呢，我们也就你做厂商嘛，总是要接受这个媒体考验检验的，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王助的情况，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恶劣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王自如在数码消费品爱好者这个圈子里是非常知名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人，他的单个评测视频平均都在100万以上的点击，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的视频在网上点击平均也就是500-600万，王自如的100万，就数码消费品爱好者这点来讲是非常垂直和非常集中的。因为我的500万里边，你说数码消费品爱好者能有多少呢？也许100万都不到，有50万了不得了。但王自如这100万基本肯定都是数码消费品爱好者，所以呢，我们自己内部看了这个，讨论了里边的这些问题之后，认为这件事儿事实上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和自如有很多共同的支持者，他叫粉丝，我叫支持者，是吧？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这些支持者，这些支持者们呢，一直认为我们俩私交很好，其实我们也就是见过4-5回，在网上大家嬉皮笑脸，大家就觉得很亲昵，其实就是见过4-5回，也谈不上什么深交。但是我过去显然对自如是比较看好的。然后呢，我们之间，自如发了这个评测之后，由于他用技术流的方式伪装了很多东西，所以大家看的时候其实看不出来里边存在的问题，外行是看不出来。包括我自己刚才跟自如承认，我也认为很多东西说的挺专业的，后来问了工程师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我是想说这种东西事实上危害比较大。那对我们来讲，出来这样。说完了以后，可能我说服不了他，他也说服不了我。但是这种节目和对话的意义就在于，你们看完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好，罗老师，我可以讲了吗？我作为一个做产品的人，出来跟评测的人搞这么一趟，而且你们也注意到，整个过程里媒体转发的都是看热闹的，看热闹的不怕事儿闹得大，然后就弄得好像跟朝阳公园要就暴力斗殴一样，这种各种起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其实并不是不难过的，但是你们知道，大家传谣的热情远远高于辟谣的热情，所以负面的东西呢，如果传出去，他的视频平均有100万点击的话，我必须想一个办法，让我和他的对话可能澄清一些事实的东西，有200万甚至300万的点击，才有可能挽回之前的不良的影响。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这是我万般无奈的一个选择，并不是说我离开所谓脱口秀和相声界多年之后，做了手机又怀念舞台的感觉，然后重新出来像小丑一样搞这么一场对话，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好吧？谢谢。好，罗老师，我们来讲。好，接下来我都回答你的问题吧。好，没问题。我们来讲一下，您说我在黑你，您说整个过程当中我是蓄意为之，OK？您说我所有的这些道德底线的问题，OK？我们来一个一个来讲，好吗？第一，我在视频里边提到的每一个问题 ，OK， 除了我们有一些理解偏差的问题上来说的话，我认为更多的是大家在判断标准上的不同。您认为这是能接受的，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比如说，当您的静电，当您的跌落达不到最基本的，刚才咱们我知道咱们讨论过了，所以说，所以我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您都认为这是严苛的品控，您都认为这是合格的产品，这个是我们不敢认同的。OK。什么东西？就是当您已经不达到国家标准，过不了这些东西，然后色温差异、屏幕，我是怎么上市的？我是灰色收入，跟你一样。不，这些东西过不了国家标准，我是怎么上市的？完全是看厂家的良心。因为有些时候，我认为这个东西跌落很脆弱的时候，我可以降低标准过。OK， 我也可以抬高过。当然，这个大家以后要公布结果，我们最后可以再看。但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结果来看的话，我们特别不理解的地方就是，当它的质量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品控的这个质量波动如此之大的时候，依然能够，您能听我讲好吗？好，别再打断我，好吧 ？OK， 依然觉得这个是认真，这个是工匠行为，或者是认为东半球最好用，我觉得这是不理解的。OK， 那么至于你不理解，我可以讲吗？我不听我讲完问题。你要一直给我讲你的不理解，对吧？不，问题有很多，好吗？不，你有没有段落呢？有段落啊，我讲完了，我会告诉您的，好吗？你讲，好吗？但你确定下一个跟这个不是同一个问题吗？是同一个问题吗？不是同一个问题。那是不是就应该停一个段落，我也讲2句嘛 ？OK， 那你先讲吧，对不对？好吗？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我刚才说的是您的品控和整个产品的这个浮动以及整体的质量都没达到我们认为产品理解的应该有的状态。对。然后你说上下差异，比如说什么差了1000多、2000多，然后呢，对，差了100多、140多的这个。所以我刚才问你的问题是
地球上哪一家液晶屏面板厂商是提供能保证在这个以内的 spec 的？除了给极端的，他提供给你 ，OK， 除了你可以给三星、苹果这样的巨头任意提条件以外，他给任何一家厂商提是满足这个条件的。老师，我告诉你吧，的产品的问题不仅仅体现在这 JDI 的些，屏幕选择上，不仅仅是屏幕和相机的问题，它的各个方面都有。我们每一个都可以谈嘛，包括跌落的问题，包括为什么我说 A 的时候，你说包括那个是什么意思？我们说完 A 再说 B 我们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我表达我不理解的地方。对啊，我们就一样一样说嘛。好啊，所以我就说液晶面板是第一个，对不对？对。你说我们亮度差异和那个色温差异，对。所以我刚才一直在问你一个问题，是哪一个厂商除了苹果和三星可以提供保证在140以内或者70以内、70尼特以内的这个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啊。不是，你说我们有问题，我才问你嘛。对啊。谁说谁举证嘛？对啊。你说我们这个标准有问题，我问你是谁是能达到这个标准的？根据我们的理解，根据理解不行，你要了解啊。对，根据我们的了解，你的理解我根本不关心。根据我们的了解，您的这个品控差别，OK，在业内之内算不上顶尖。就是谁？你说嘛？哦，甚至国产厂家都可以算在一块儿。不是谁拿到的液晶面板厂商是保证提供的液晶面板是低于70尼特，否则就是不合格的。不是低于70尼特，谁是低于140，包括2200的这个色温，绝对是差异够大的。不是，差异够大，我听懂了。对。然后你认为我们有问题，我也听懂了。对。我现在问的是，除了苹果、三星，哪一个手机厂商能从液晶面板厂商那儿得到小于这个的 spec 标准？你告诉我是谁？如果你不知道，你说我们在业界做成这样是不行的，那这就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你了解到很多企业都能做到，我们做不到，你可以指责我们是做的不好，对不对？这个逻辑很清晰的。OK， 懂。所以我想知道，你既然指责我们这个做的很不好，你很不接受，对，我现在要你给公众讲一下，是谁能做到这个标准以内？我们验证完了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吧。你没验证，瞎讲什么呢？你评测机构一点不负责任是吗？不是这样的，我就算把你说的再怎么样，对你影响没有多大。你说我们来讲，如果你说的这种东西不负责，而且你的粉丝认为你是靠谱的，对我们影响就很大。你一点起码的责任担当没有吗？罗老师，我们在了解你没有了解到情况之前，为什么草率的讲这个？我们了解了所有的情况。对你讲吗？ Okay， 我了解了情况之后，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说我把我们了解的渠道 OK 全部透露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事情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没有做，我们只是通过我们在口头了解过来之后，了解到了行业的普遍经验和这个看法情况之下 ，OK， 这是一个我们得到这个结论的根据。OK，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是想做每一台做50台验证的话，这个我们确实做不到。OK， 这个我们确实做不到。但是即便我们你没了解的情况下，为什么说我们做的有问题呢？我们了解了，但是那你了解的事实不说是什么意思呢？这叫辩论吗？ OK， 我们说的是，比如说我了解到你很不要脸，你很流氓，但是呢我不能讲，但是我能讲的是你很流氓，你很不要脸，你可以这样吗？这怎么叫对峙？这怎么叫论证呢？我们俩当着公众的面，这么多人看着现场直播，我可以说你不要脸，你流氓，你破鞋，这种各种脏乱差往你身上扣，扣完了以后，你说从哪儿来的消息呢？我说我不能讲，但我可以说你是这样的人，这可以吧 ？OK， 我们跟其他的国产厂家聊过了 ，OK， 我们沟通过了，说嘛，谁呀 ？OK， 谁拿到了 spec？ 你胆敢说出那个厂商在这个 spec 内，我马上就能找出他的产品，证明他是撒谎。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这个自信来自哪儿？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在地球上尽可能找了最顶尖的几家厂商之一给我们供应液晶面板，并且在他们的所有产品线里，我们买的是最贵的旗舰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给我们提的 spec 里边有一些是可商议的，有些是不可商议的。可商议的是指，比如说什么灰点暗点这种东西，多了少了，在中间在边上，这是它原来的有一个 spec， 我们不接受，通过加钱的方式是可以改的。如果你要从它的片儿里边去挑，这是通过加钱可以改的。但是色温和亮度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值，在那个值以内是一定不给你加钱也不给你退换的。但是如果我们做到苹果一样，我直接能下2000万单子，它会不会听话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加钱也是不可以解决的。OK， 所以我现在想知道，你说你了解到的是能解决，是谁来解决？你告诉我那个厂商的名字。OK。就是说你现在解决不了，那我们就讨论T1就好了，好吧？如果你现在解决不了，那我们现在就过 ，OK？ 你这是什么话呢？
你先说我们的这个标准有问题，是啊，然后我们说希望你能解决不了是解决，说你解整个决不了，不，我说解决不了是整个业界的问题。不是整个然后你业界的问题不承认是整个业界的问题，不是整个业界的问题。我说作为是从哪儿了解？厂家可以给供应商提要求。我知道， OK 然后我问的是你从哪一家了解到？你说这个保密不能讲。当他说做不到，比如说如果我限定你要给我供应300K 之内的色温浮动，供应商做不到，这是很正常的。OK， 但是2000K 我们认为是一个太宽的一个规则。你认为太宽的依据是什么？依据的是我们问了国内的其他的这些品牌是谁呢？你说吗？ Okay 我现在问你啊，如果那个厂商告诉你他们可以做到，我从市面上摸了几个他的机器没做到，你怎么理解这件事儿？我们假定这个情况，那可能就是跟我讲这些话的人撒谎了是吗？对，对吧？对，那你现在不能对外公布那个厂商是谁，是。因为然后你讲这个话干嘛呢？你有负责任吗？讲这个话的原因是就是我们都是读过书的人，我学历不高，我也是读过书的人，我们可以坐在这儿毫无根据的说。我不信任你，你首先要明确这一点。你信任我，咱俩不一样。你信任我，我不信任你。好，在我不信任你的情况下，你在这儿说我们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我说你信息来源，你说保密，这不是耍流氓吗？我可以说昨天晚上我见过你6个私生子，然后你说你这个有什么证据？我说我要保密，这不就是赤裸裸的耍流氓吗？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要是胆敢对公众讲这个话，你就要透露信息来源。如果保密的话，你就不要讲这话。OK， 那好，那我们就不讲这个问题了。那你讲下一个，好吧？我们在视频里边提到了很多问题。OK， 您刚才说您可以指责我的这个职业道德有问题，但是我们在视频里边指责所有的问题，我认为大家都是存在的。那么黑的地方存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我们那些。认为视频可以斟酌的地方，我视频要是这可斟酌的地方，种设问的方式，我们要把前面的2小时40分钟再重复一遍，所以说过的就不要再说了，你就说新的好了。哎，好吧，既然您觉得产品没有问题 ，OK，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报告公布出来再说吧。当然，好吧，OK， 还有吗？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了。好吧，再给你个人生忠告，就是。你如果是被包养呢，就不要谈独立人格，真的很奇怪。罗老师，这2天搞得我快抑郁了。罗老师，我再强调一遍，OK。首先，我认为在商业的一个股份结构上是怎样，完全没有关系。好了，好吗？辛苦了你。好吧。还有你们是来了多少个人？我们这次上来了6、7个吧。是要把6、7个人的机票和酒店都报销了？不需要，我们自己有。OK， 这个完全不需要。我觉得罗老师您讲这个问题。你手机厂商给的钱嘛，横什么呀？好，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观众。我们拖了将近3个小时，给大家添堵了。然后呢，过程中我也没控制好情绪，所以本来应该保持风度，但有些地方可能也是表现得比较狰狞一些，希望大家谅解。好吧，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谢谢。好，谢谢2位老师。啊？不需要去卫生间。